这个男人消失了17年，依旧受到万人敬仰。如今他扭曲时空，再次回到地球之上。17年前，地下城突然开启，无数的魔物从地底跑了出来。西门叶作为地球最强超凡者，他带领7位强大的战士与地底生物展开了厮杀。就在他们攻陷地底文明最后一处据点时，地下城出现了坍塌。为了不让地底魔物再次逃出去，西门叶毅然决然选择成为孤勇者。他以一己之力拦下地下城10万魔军。自此持续了2年半的人魔大战就此终结。活着的7位超凡者成为了人类的英雄，而没能回来的西门叶却成了人们心中的神话。就这样，17年的时间过去了，没有了魔物的地球再也不需要超凡者的保护。他们代表各自国家开展竞技 PK。然而，那个曾经击溃了无数地下城、诞生7位英雄的国竟是个垫底的存在。观众的谩骂和网络上的评论让身为教官的白继虎彻底沉默。身为曾经的7英雄之一，刚上任就连败3场。观众们说的没错，除了白夏言，其他都是不入流的货色。难道 A 国的超凡者真的要一蹶不振了吗？回想起曾经的战友，如今年轻一辈的超凡者真是烂透，没有斗志，更没有意志。白继虎决定趁着这次机会辞去主教练职务，他不能让自己一世的英名毁在这里。就在这时，协会会长给他打来电话，本以为对方是要训斥自己教导无力，可没想到对方带来的消息竟让他震惊到合不拢嘴。此时，在西门叶雕像广场的上空，一道次元裂缝突然出现，只见从天空中掉下了一个人影。广场上的人只听到一声巨响砸在了雕像前面，仔细一看，竟是17年前消失的英雄西门叶。听着周围的喧闹，西门叶缓缓睁开了眼睛，他喵的，老子终于回来了！这个男人被困地下世界17年，他以一己之力屠灭百万地下城魔军。如今地下城的大门已关，他从扭曲的时空中回到地球。从医院醒来的西门叶在得知现在已经过去了17年后，显得十分惊讶。明明在地下城里才过去2天半，为什么一回来地球就过去了这么久？想到这里，西门叶突然惊呼一声：“我的存款还有豪车和别墅呢！”护士告诉他，当年众人都以为他回不来了，于是按照他的遗嘱，将他的500亿天地银行存款捐赠给了儿童机构，豪车也都进行了拍卖，就连别墅现在也成了博物馆。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他的容貌。按照地球上的时间，自己明明已经是47岁的大叔了，难道是因为时空扭曲的缘故？此时医院外的记者已经排起了长龙，纷纷等着第一时间采访这个回归超凡者。护士走后，西门叶准备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在发动技能分析眼后，一个属性面板出现在他眼前。这个技能是让他成为地表最强超凡者的超能力，不仅可以看到观察对象现有的能力，还能了解到今后的潜能。多亏了这个技能，他才能在17年前成长到最强。同时，靠着这个技能，他还收下了一个十分具有潜力的弟子，他就是后来成为7英雄之一的白继虎。看着现在的属性值，西门叶感到一阵诧异，为什么自己的意志力突破了100上限，达到了110，而且自己多出的一个技能又是什么？对物理冲击造成的死亡具有免疫能力，自己怎么会获得这么逆天的技能？难道是因为最后的那场决战？就在西门叶还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小叶，你怎么样了？看着突然出现的油腻大叔，西门叶咧嘴一笑，你好像变弱了不少啊，继虎。随后两人来到医院天台叙旧。白继虎告诉西门叶，现在的他正担任国家队主教练，负责培训新的超凡者。如今一款战火风云的竞技体育正在全球风靡，就是在虚拟现实中搭建地下城，各国超凡者以此为竞技场进行厮杀。因为战争结束后，超凡者就没有用武之地了，所以这项体育项目是专门为他们开发的。看着对方递过来的视频，西门叶提不起一点兴趣。在他看来，这都是一群孩子在过家家。他好奇地询问对方，现在自己的国家排在第几？听到对方的询问，白继虎支支吾吾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西门叶有些不耐烦，人老了耳朵也聋了吗？咱们国家之前不是有许多高手吗？这种小孩子过家家游戏排名应该很靠前吧？白继虎一脸尴尬，我们现在排名第1，不过是倒数的第1。在没有女人的地下城里待了17年，在看到广告牌上的美女后，都忍不住说2句骚话。可谁料下一秒，身旁的徒弟竟弱弱地表示那是他的女儿。刚回到地球，西门叶差点忘了已经过去17年了。那个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侄女现在已经熟透了。西门叶一脸尴尬地转移话题，但白继虎一路上始终在他和聊战火风云的事情。尽管自己的国家排在倒数第1，西门叶仍旧没有兴趣帮国家夺冠。在他看来，这就是个取悦有钱人的游戏。他不给蝙蝠侠打电话说小丑找到了就已经很不错了。随后西门叶跟着白继虎回到家中，没想到一进门就吃了对方的一波狗粮。西门叶不由感慨，在这个没有地下城战斗的和平年代，自己该做些什么呢？之后的几天，西门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要将这17年来没追过的剧全都追一遍。可白继虎却沉不住气，要知道从他来到家里，门外的记者就没断过。为了打发走这群难缠的家伙，西门叶表示他会召开一次记者会。第二天，在白继虎组织的记者会上，所有人都在议论西门叶会不会现场整活。毕竟17年前，他可是出了名的让人下头。果然，在整活方面，西门叶从不让人失望，3两句就对的众人不敢提问。当然，也有一些莽夫不惧生死。一个地中海举手提问西门叶是否有意向参加战火风云，西门叶斩钉截铁地表示自己不会参加。然而地中海却不依不饶地问他是不是缺乏自信。西门叶咧嘴一笑，
缺乏的应该是头发吧？这下把现场搞得哄堂大笑。就在西门叶打算就此离开的时候，一个戴眼镜的记者突然叫住了他。在您离开之前，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昨天杰拉德选手在评价您时说过，七英雄就是纸老虎，一拳就能撂倒。您对此有什么看法？西门叶一脸无语，杰拉德是什么阿猫阿狗？难道他是最厉害的？记者有些尴尬，他表示现在战火风云的三巨头分别是 B 国的那代、E 国的罗伊，还有 C 国的丹尼尔。杰拉德虽然是帝国的骄傲，但和三巨头还有些差距。听到这里，西门叶一阵头大，就这种货色也敢口出狂言，告诉他，如果他连那个三巨头都不如，就老老实实的闭嘴，否则我会亲自将他埋在后院里。男人只是在记者会上伸出了一根手指，竟引来了一整个国家的报复。话说杰拉德在看到西门叶的藐视后，连夜就坐上了前往 A 国的飞机。然而由于西门叶不是战火风云的选手，他只能拿 A 国的职业队出击。白继虎身为总教练，此刻的他快要哭了。西门叶是光拉屎不擦地，挑衅完杰拉德就不管不问了。西门叶一脸无所谓，现在就是天塌了也不能阻止他追剧。随后他突然想到什么，既然是国家队比赛，那自己的侄女白夏妍是不是也要参加呀？话才刚说完不久，白夏妍就回来了。他听说当年的传奇叔叔回归地球，于是就赶了回来。在看到西门叶的那一刻，他瞬间化为小迷妹，一把将西门叶扑倒在地。西门叶老脸一红，小妍，你都这么大。白夏妍也是一脸开心的在西门叶怀里撒娇。随后西门叶问他是不是回来参加国的赛事，夏妍表示主要是来看看自己的叔叔。说着他将身体靠向了西门叶，询问他要不要参加战火风云。西门叶指着一旁的电视剧说自己还有很多正事要做。于是下一秒，白夏妍就开始撒娇了起来，还满是怨气的表示他的叔叔变了，以前不论自己要几次都会满足自己。西门叶一脸无语，我看变大的是你才对吧？夏妍见撒娇没有效果，于是便提出让西门叶陪他去测试分身。看着侄女楚楚动人的眼神，西门叶一脸无奈，只好答应了下来。随后两人来到超凡者协会，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白夏妍换好衣服进入了虚拟舱。在这里，西门叶也知道了战火风云的运行模式。超凡者通过虚拟舱选择武器，并在虚拟世界中与怪物战斗。在见识了白夏妍的实力后，西门叶给了他一个虚情假意的赞，并表示6岁能有这种水平就已经很不错了。白夏妍气不过，让叔叔也试试。而西门叶告诉他自己是不玩战火风云的。夏妍指着他说：“谁让你玩了？只是做个简单的测试。”说着，他便开始撒起娇来，表示自己长这么大还没见过叔叔战斗。西门叶一脸无奈，看在你哀求的份上，就测试一次吧。很快，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西门叶做好了战斗准备。战火风云，今天就让我来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吧。女人一撒娇，男人魂就飘，打死不玩战火风云的西门叶，在侄女的软磨硬泡下钻进了虚拟舱。随着数据传输完毕，西门叶来到了虚拟空间，熟悉的感觉仿佛回到了地下城中。在与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后，西门叶让对方随便给自己整个活。随着工作人员按下按钮，一头独眼萨勒本出现在了西门叶身前。工作人员告诉白夏妍，这头怪物是目前数据库里最强的一只，就是不知道西门叶多久能干掉对方。此时虚拟空间里，怪物正飞快地朝着西门叶发起进攻，然而西门叶眼睛都没眨一下，直接将手中的武器丢了出去。搞什么？这把武器不是白带了吗？说着，他伸出手指，一个脑瓜崩弹了过去。剧烈的爆炸之下，怪物瞬间灰飞烟灭。这一幕直接把场外的两人看得目瞪口呆。白夏妍知道自己的叔叔很强，可没想到居然强得这么离谱。西门叶风轻云淡的让外面的人不必大惊小怪，他让工作人员再给他来一只，他有个东西要测试一下。很快，一头新的萨勒本重新生成了。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奇怪的声音突然响起：“身为地表最强，区区的萨勒本怎会满足你？”西门叶还在诧异是谁在说话，外面的系统就传来了警报：不好，有人在试图从外部模块入侵这里。伴随着一股炽热的火焰，一个全副武装的男人冲进了虚拟空间。你说过让我来找你，现在还算数吗？来人正是之前西门叶挑衅过的杰拉德。看着不停叫嚣的杰拉德，西门叶一言不发。这番举动让对方以为自己被轻视，于是二话不说便朝着对方发起进攻。然而自己的斧头明明已经快要劈中对方，但下一秒便落了空。就在杰拉德还在诧异的时候，一道毛骨悚然的声音从他背后响起：“你是不是以为我怕了？开玩笑，好不容易碰到个可以测试的对手，怎会轻易放走你呢？”这个光头只因在电视前收到了男主的手势祝福，结果就顺着网线找到了虚拟空间中的西门叶。在看到杰拉德时，西门叶一脸的兴奋，正好现在缺个陪练呢。然而此时场外的白夏妍和工作人员都是满脸问号，好端端的服务器为什么会被帝国的超凡者入侵呢？但这其实是超凡协会的会长林正太授意的。白夏妍的父亲白继虎也是同谋，他们想借此机会激起西门叶对战火风云的兴趣。此时在虚拟空间里，西门叶已在试探性的攻击中摸清了杰拉德的实力，但为了了解的更加精确，西门叶发动了分析眼。他发现杰拉德除了速度，其他的属性都在80以上，甚至肌肉和耐力已经达到了100的上限，这简直就是为坦克而生的。西门叶不由感慨，要是17年前能遇到这个家伙，说不定会带他去最后的地下城。想起之前在医院里获得的那个超能力，西门叶本想找个怪物来试一下，现在既然遇到了光头，那就用它来试试吧。
想到这里，西门叶抄起武器便冲了上去。杰拉德一脸不屑，就这种招式，我用膀胱都能看得清楚。说着一斧子劈了下去，可下一秒他就愣住了，对方为什么不避？这不科学啊！而此时的西门叶正邪魅地看着他，给你长个眼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秀啊！随着斧头落下，西门叶整个人被砸进了地面。场外的白夏言等人都是一脸惊呼，他们搞不懂西门叶是不是又开始整活了。杰拉德也是一脸懵逼，刚才的一瞬他为什么不动，就好像是故意让我砍中他一样。而就在这时，伴随着西门叶慵懒的声音，一道闪电突然炸裂开来。杰拉德一脸震惊，可不等他搞明白这些，西门叶的身影就从烟雾中浮现出来。没错，这正是西门叶回归地球时获得的新技能不死，不仅可以免疫物理伤害，还能快速恢复伤口。看着一脸懵逼的杰拉德，西门叶咧嘴一笑，怎么样，是不是很秀？顺着网线杀上门来，结果发现对方是个免疫物理伤害的变态。此时杰拉德的心态已经崩了，这他喵的还怎么玩？然而测试完技能的西门叶让工作人员将他的技能禁用，好不容易找到的对练，他可不想把对方给吓跑。在工作人员关闭禁用不死技能后，西门叶再次看向杰拉德，怕你输的不服气，会找借口说是因为这个超能力，现在就好好陪我玩一玩吧。杰拉德将地上的武器丢给西门叶，你跟传闻中一样的傲慢啊？错，传闻当然是假的，我可是比传闻中还要强。不过话说回来，你连那个什么三巨头都打不过，也敢来挑战我，是不是有点不知好歹了？听到这里的杰拉德当场怒，他飞快地朝西门叶发起冲锋，西门叶从容不迫地挡下了杰拉德的进攻，随后一个闪现便消失在了原地。就在杰拉德还在诧异对方去哪的时候，西门叶戏谑的声音从他身后响起，一招回马枪袭向面前。杰拉德危机大作，快速后撤，与其拉开距离。然而此时的西门叶似乎已经玩够了，他将力量汇聚在长矛之上，猛然朝着杰拉德投掷出去。长矛撕裂的空气发出音爆的声响，杰拉德举起盾牌格挡，但还是被击飞出去。看着跪在地上的杰拉德，西门叶露出一个自信的微笑，一切都结束了，我已经赢了。听到这里的杰拉德立马开口否认，表示对方的长矛刚才打歪了。西门叶一脸不屑，老子刚才是故意打歪的，已经手下留情了，就别在这逼逼。总之你拿着这么大的盾牌是不可能赢我的。在杰拉德疑惑的目光中，西门叶开始现场指导起来，不要依靠体格差距，你只要将盾牌换成小一点，就能扩大你的视野。以你的敏捷和控制水平来看，这样更有利。杰拉德半信半疑地看着西门叶，你该不是骗我的吧？开玩笑，就算我把全部的都交给你，你这个笨蛋也不是我的对手。听着场上两人的对话，白继虎急得咬牙切齿，小叶这小子真会整活。本来杰拉德就已经够难缠了，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此时教育完杰拉德的西门叶也准备离开了。临走时，他让杰拉德回家后记得将学费交一下。杰拉德表示没有问题，但是西门叶必须在2周后集赛和自己打一场。西门叶有些生气，我他喵的都说过不会参加比赛了，真要这样我不要你学费可以了吗？杰拉德一把抱住西门叶，只要你出战，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甚至连我自己也会交给你。此时场外的一帮人在看到屏幕上的画面时都是一脸黑线。突然林正泰脑袋微微一炸，想到了一个违背祖宗的馊主意，嘿嘿，看来是时候利用一下他了。这个男人一看到自己的侄女就没忍住发动了透视眼。原来西门叶在教育完杰拉德后，林正泰就将两人对话的视频交给了媒体，同时放出消息，如果在2周后的比赛中帝国能以完成的比分赢得比赛的话，西门叶会亲自参与两国的友谊赛。正在家里追剧的西门叶在看到这条新闻后当场怒了，要不是林正泰和他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份上，他非要将超凡协会给拆了。林正泰委屈巴巴地表示，自己这个大哥也是没有办法，作为战火风云协会的会长，他的压力也很大。不过他劝西门叶不用担心，毕竟比赛有3场，对方只要有一次不是全员存货的状态赢得比赛，那西门叶就不用参加接下来的友谊赛。西门叶虽然有些不愿，但看在以前的情分上，还是忍了下来。不过他告诉对方，这是最后一次，只要帝国选手有一个被击倒，哪怕他是哭着求自己，他也不会参加比赛。林正泰信誓旦旦地表示没有问题，可西门叶哪里会知道，美国现在的超凡者在让人失望方面从来不让人失望，这场比赛根本就是必输的结局。回家后的西门叶本想着继续刷剧，但此时电视上一直在播放他的新闻，这让他十分恼火。就在他准备出门透透气的时候，白夏言训练的声音传了过来。此时的白夏言正在父亲的指导下训练敏捷度。白继虎告诉他，作为副攻手，想要更好的辅助队友，就要重点强化机动性。身后的西门叶在听到这些，感觉对方又在整没用的幺蛾子，于是他打开分析眼查看夏言的属性。他发现夏言的敏捷已经达到上限，而且对方的成长极限远不如曾经的白继虎，但耐力和肌肉的成长极限却远超他的父亲。白继虎的那套训练方法对自己或许有效，但放在女儿身上根本就是错误。至于让女儿当个副攻手，那更是个馊主意。看着正在休息的夏言，西门叶心中暗想，就这种水平还是国王牌，这次的比赛他喵的可能连一个帝国选手也干不掉。想到这里，西门叶直接让夏言不要继续训练敏捷和速度，但白继虎却表示还不够，他感觉夏言还能提高一些。西门叶指着白继虎说道，你的女儿和你一样是速度型，甚至超能力都是一样的，所以你才想将她培养成和你一样的副攻手，但你们不一样。说着他转头看向夏言，
你之前总是使用鞭子将对手缠住，交给队友攻击，这完全就是错误的。你明明可以自己亲手解决，为什么要交给不能帮到你终结对手的同伴手里？所以你现在最需要训练的是肌肉和剑术。说着，他拿起地上的武器就要给他展示一下。长鞭锁住沙袋，西门叶猛然横斩一剑，仅是眨眼的功夫，沙包就被一分为二。此时夏言和父亲看的都是目瞪口呆。西门叶淡声说道：“从今天开始，夏言的位置从副攻手变为近战攻击手。这14天的时间，我要亲自训练白夏言。”恩人只用了一句话，就让光头为他花费1000万。杰拉德在听取西门叶的建议后，回去便将5x2的盾牌换成了莱斯玛，结果可想而知，自己的短板得到了突破。就连经纪人都看出来了，他还鼓励杰拉德，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战胜3巨头也不是问题。杰拉德询问他，如果将这个变化换算成金钱能值多少？经纪人细算了一下，大概1000万美金吧。只要能够熟练掌握现在的风格，下次续约的年薪或许比这还要多。听到这里，杰拉德看向电视上的西门叶，很好，那就马上给西门叶汇款1000万吧，就说这是我杰拉德的学费。好家伙，没想到光头哥还是个实诚人。2周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绿国与帝国的赛事也在众多小嘎嘎的欢呼中拉开了帷幕。在主持人的介绍下，两队人马依次入场。此时西门叶也坐在观众席上，他也很期待更换位置后的白夏言究竟会有怎样的表现。这次比赛的地下城是由骷髅人看守的地底人古城马尔塔博尔尼的宫殿，这里共分为3层，每层都有一个 BOSS。第1层是骷髅战王，第2层是死亡骑士，最顶层则是古龙和巫师。比赛规则：全歼对方选手的一方为胜利方，击杀怪兽或对手可获得猎杀积分，获得的积分越多，可获得正面奖励的机会越大。随着双方依次进入虚拟舱，第1场比赛正式开启。双方同时从对称的地图两端向 BOSS 进军。杰拉德带领的帝国超凡队行动有条不紊，虽然机动性慢了些，但防守却堪称铜墙铁壁。而白夏言带领的国队却恰恰相反，他们掠过1层的杂兵，直接朝着BOSS房间冲去。白继虎看着屏幕上冲锋的女儿，心里暗自给她加油。这个战术是他制定的，虽然风险很大，但只要作战成功，就能获得大量积分。而且 BOSS 一旦被消灭，几分钟内第1层就会被封锁，这样他们就有可能打乱帝国的战略。很快，白夏言就与第1层的骷髅战王相遇了。然而，就在他们与 BOSS 展开厮杀的时候，帝国的侦察兵已将这一幕尽收眼底，并将消息传递了回去。收到消息的杰拉德让手下停止猎杀，他们现在必须尽快赶到 BOSS 区域。但杰拉德的速度偏慢，于是他将目光放在了其中1名队员身上。接下来只能靠你的超能力了。BOSS 被抢，小命不保。这波操作狗看了都摇头。话说白夏言正带着队员与骷髅战王厮杀，杰拉德突然如炮弹般弹射了过来，不仅阻止了白夏言对 BOSS 攻击，还一光头将他撞死了。屏幕外的白继虎一脸惊愕，他看出杰拉德靠着队友的超能力风暴反弹飞过来，失去了白夏言的队伍根本不是帝国的对手。很快他们就遭遇了团灭。走出虚拟舱的白夏言一脸沮丧，这次明明有叔叔的指教，为什么还是输了？就在他打开休息室大门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了西门叶的训斥。原来西门叶已经看不下去了，刚才的比赛简直辣眼睛，他要亲自给他们制定战术，而且还是至少能杀死杰拉德1次的战术。很快第2轮的比赛就开始了，这次帝国的战队改变战术，从一开始就分成了2队，6人组成的先发队利用速度优势快速占据猎场，杰拉德带领的后发队专攻猎杀。反观了国队这边，他们一改之前的防守风格，全队发起了冲锋。这波操作把解说员都看麻了，魏国该不是受打击了吧？怎么全队变莽夫啊？此时台下的西门叶正笑盈盈地看着屏幕，很好，只要按照我说的做，就一定有机会。西门叶给他们制定的战术是偷袭，这座地下城他在很小的时候就亲自攻略过。明面上看，马尔塔博尔尼的宫殿是单向通行的结构，但实际上还有一条地底人设置的小路。这个秘密通道十分隐秘且适合偷袭，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怎么找到这里，所以只要这个地图是1:1还原的，就一定能发现秘密通道。西门叶告诉众人，全队进入秘密通道后，立刻向正在分头猎杀的帝国队发动总攻，而且在队伍杰拉德的时候，一定要攻击他的腿。在改用小盾牌后，杰拉德缩小了防御范围，对队员的保护也不再那么从容，这就说明他还没有完全适应，所以在他适应之前，他们要速战速决，而且他们需要在全队存活的状态下赢得比赛才可以。在这种压力下，同时面对高于自己2倍的兵力偷袭，西门叶坚信杰拉德一定会出局。此时在虚拟战场上，守在 BOSS 旁边的侦察兵正诧异国队员都去哪的时候，白夏言已带着队员找到了秘密通道。正在猎杀怪物的杰拉德只听身后墙壁传来一声爆炸，与国队的11名队员一同杀了出来。杰拉德心头一惊，当即施展防御。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对方的目标竟不是自己，而是他身后的辅助。尽管他干掉了一国的3名队员，自己这边也失去了2名辅助。3对8的局面本身就对他们不利，况且白夏言还掌握了他的弱点。很快场上就只剩下断腿的杰拉德。杰拉德知道，这么快就能改变战术占据上风，一定是西门叶的指导。就在帝国主力杰拉德被终结的瞬间，场外顿时沸腾了起来。这绝对是难以置信的大反转，为国队竟击败了5名帝国队队员。此时白继虎一脸呆滞地看着大屏幕，而他身后的西门叶却淡定自若地说道：
看到没？我就说过，夏言一定会干掉杰拉德。他是拯救世界的七英雄之首，哪怕是过去了17年，仍旧被人们奉为神明。为国与帝国的比赛结束，尽管拿下了5杀，但仍旧还是输了。不过这场比赛对国全体队员来说可谓是久旱逢甘雨，他们打破了长期以来的负战绩，而这全都得益于西门烨的战前之力。比赛的视频才刚传到网上，不到5分钟就已经突破了1000万播放。林正泰找到西门烨，问他想不想把自己的能力利用起来。西门烨一脸嫌弃：“咱俩的赌局明明是我赢了，你可别来烦我。”林正泰一脸冷汗的表示：“再过几天战火风云职业联赛就要开始，在开幕前，他想召集著名选手举办一场慈善比赛，希望西门烨能够参加一下。”本来说完这句话的林正泰已经不抱希望了，因为他很清楚西门烨的脾气，只要是不喜欢的事情，绝对没法强求。可谁料西门烨竟说自己要想一想，这可把林正泰给激动坏了，一把抓住他的头就要往裤裆里塞。西门烨有些恼火：“我他喵的还没说要参加呢！”林正泰表示自己只是太高兴了，看着对方一脸灿烂的笑容，西门烨不禁开始怀疑慈善比赛的真实性。林正泰立马心虚起来，但又理直气壮地表示没有骗人。西门烨表示自己参赛可是有条件的。画面一转来到家中，此时白继虎正一脸愁容地站在训练场中。没错，西门烨要求参赛的条件就是要白继虎也参赛。白继虎有些恼火：“我都已经48岁，而且17年都没碰过武器，上了赛场还不将老脸丢没了？”西门烨笑着表示自己一定会训练好他，让他找回当年的感觉。说着，他便发动分析眼查看白继虎的属性。17年没战斗过的白继虎各种属性值都有所下降。西门烨笑盈盈地看着对方，没想到变弱了这么多，明天就开始进行魔鬼训练吧。与此同时，林正泰正坐在窗前想着西门烨的话。当初的条件除了让白继虎参赛，他还要求和夏言一队。但不管怎么说，曾经的七英雄再次联手，这种新闻一定会拉来不少的赞助商。想到这里，林正泰拿起了桌上的电话：“是我要拜托你一件事。”男人只是简单做了个体能测试，结果竟一下刷新了17年的记录。在距离慈善比赛还有7天的时候，白继虎带着西门烨来到了战火风云协会。在比赛前，他需要完成一次分身测试，以此来匹配他在现实中的能力值。这次的测试内容主要是肌肉敏捷和正念值，测试的内容也十分简单，只要拉动把手就能得到肌肉数值。西门烨按照指示连续拉动了3次，分别是813分、817分和819分。这个数值并不出众，工作人员也没有太多惊叹。随后他又开始进行敏捷测试，按照要求，西门烨在测试场里穿梭起来。然而这一次他跑出的数值直接让场外的工作人员惊掉了下来，971分。要知道目前速度最快内单也就1007分，这个成绩足以排在前几名了。不过对于这个数值，西门烨并不满意，他想着如果自己再努力一下，说不定还能继续突破。想到这里，他便开始集中精力。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今天的状态实在太好。找回状态的西门烨再次穿梭起来，这次的速度比之前还要快。等到结果出来，场外的人全都惊呼不可能，西门烨竟然跑出了1007分，和陆地最快超凡者内丹同分。听到这里，西门烨不由诧异起来，自己的敏捷度是97，而内丹是100，两人怎么可能会出现同分？西门烨决定重新测试一下肌肉，这次他同样是先集中精力，然后奋力一拉，数值竟再次提高到了890分。西门烨回想自身的变化，总觉着刚才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突然他脑袋微微一眨，没错，就是那次独自留在最后地下城拼命奋战的感觉，面对死亡发出超长意志力的那一次。怪不得自己的意志力突破了人类上限，原来还有这种效果。搞明白了这些，西门烨来到最后一项测试，一颗用来测试正念值的圆珠，只要将手放在上面注入正念，圆珠就会变色。西门烨曾靠着冥想打坐将正念值提升到了100上限，所以对于这项测试他根本没有任何压力。当西门烨将手放在圆珠上时，急速攀升的数值看呆了场外的众人，随着圆珠变为黑紫色，最终的数值出现在了大屏幕上。看到这里，工作人员的嘴巴惊讶的能塞进一整根罗马大米。1030分，他竟然打破了人类最高纪录。明明是地表最强英雄，却一心想着如何摆烂。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西门烨参加了国举办的慈善比赛。在得到这一消息后，全球的大人物都出动了。帝国的著名经纪人费尔曼一下飞机就不由感慨：15年前的魏国可是强者如云，也多亏自己当年把他们大批带回帝国，自己才能成为顶级的经纪公司。唯一可惜的是当年没有将白继虎带走。没办法，当年的七英雄都对战火风云不感兴趣。不过这一次绝对不能再错过西门烨这个机会。不仅是他，欧洲的著名经纪人杰克也来到了魏国，甚至还有毕国的莫罗兄弟，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签下西门烨。这时机场内突然传来一阵高跟鞋的声音，众人循声望去，气氛瞬间凝固。来人正是当年七英雄中最年轻的成员秀兰。都别紧张，我今天来只是见一个臭弟弟。另一边，得知秀兰到场的西门烨头都大了。在17年前，秀兰因为独有的超能力被选为七英雄之一。由于她是富豪的独生女，并因其惊人的超能力受到官方的全方位保护，从小就过着女王般的生活。
可就在他加入西门叶的队伍后，西门叶总会因为一些战术配合问题将他骂得狗血淋头。在得知对方来到现场，还称呼自己是臭弟弟时，西门叶的心当场凉了半截。就在夏言都感觉马上就能吃上席了，白继虎让西门叶先将这件事往后放放，眼下重要的是赢得这场比赛。西门叶一脸无所谓，自己加上白继虎和夏言，这种配置3个人就完全够了，至于其他的土鸡瓦狗就跟着躺赢就可以了。然而就在这时，人群中的一个小嘎嘎引起了西门叶的注意，此人名叫崔贺，虽然属性值没有满级线的，但却拥有2个极品超能力，正念集中与耐力强化，尤其是第2个技能，加上他的肌肉上限是90，好好培养的话，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能用的坦克。想到这里，西门叶立马将小伙子叫了出来。在得知对方现在的位置是近战时，西门叶感觉自己的脑回路都不够用。你小子是傻逼吗？放着坦克不当去当近战士？你知道你的超能力吗？崔贺表示他也想过当坦克，但因为体格太小，只能选择攻击手，而且他的超能力正念集中正好可以用在攻击上。听到这里，西门叶明白过来，原来这个小子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觉醒了第2技能。他让夏言给他找来一个盾牌。西门叶告诉崔贺，由于时间关系，接下来他只需要将盾牌固定在左边胸口就好。崔贺一脸懵逼，可不等他开口说话，西门叶就一脸阴森地看向了他。小子，最好不要和我犟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队伍里的坦克了。理应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这个练习攻击手2年半的小嘎嘎就被调到了坦克位。世人只知道西门叶是地表最强英雄，却不清楚他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分析眼可以让他轻易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属性面板。甚至一些超凡者自身都没察觉的技能，他也能第一时间发现。靠着这个技能，西门叶培养了无数强者。调到坦克位的小嘎嘎像是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但时间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伴随着观众的欢呼声，2支队伍陆续走入比赛现场。闲来无趣，西门叶用膀胱胡乱扫射，突然一个吹泡泡的黄毛引起了他的注意。沈英修整体属性不错，但意志力却是个垃圾。穷人出身的西门叶一直都看不上这种没意志的孩子。同样，沈英修也看不上西门叶，尤其是上次比赛时，西门叶对他们指指点点。一个连战火风云都没玩过的老画师懂个屁！看出对方的不服气，西门叶走到他的身旁，你好像对我很不满意啊。沈英修一脸轻蔑，当然不满了。上次的比赛就看你很能装叉，连战火风云都没玩过，你这种人早被时代淘汰了。信不信一会比赛时我能打爆你？这话把西门叶彻底逗乐了。托你的福，我现在似乎对战火风云有点兴趣了。今天你死定了！随着双方进入虚拟舱，现场彻底变得亢奋起来。除了著名经纪人之外，杰拉德也来到了现场。这次他们对战的地图是阿兹莎的旋转洞穴，这是一个由3个圆形场地构成的地形，中心位置有通往地底的秘密通道。出场的怪物有阿拉科涅、骷髅人和塞尔彭等。在进入地下城前，白继虎已经制定好了战术，就是所有人在击杀完5-1的怪物后，立马去清理5-2区域，而西门叶则独自前去击杀第5区域的 BOSS。由于 BOSS 死后第5区会封闭，所以大家必须调整好时间，同时完成击杀。听到这里，众人都是开始议论：难道真的有人能独自击杀塞尔彭？就算是最强队也得3个人吧。可白继虎根本不给大家解释，直接部署了第6区的作战方案。开玩笑，真当地表最强是白叫的？就这种程度的怪物，估计都不够他塞牙缝的。他是以一己之力独挡100万魔军的孤勇者，回到17年后却玩起了虚拟游戏。西门叶的出现引来了各路强者的围观。随着比赛正式打响，西门叶也开始了他的狩猎。在白继虎的配合下，2人快速收割怪物，这一幕瞬间点燃了场外的热情。不愧是曾经的传奇组合，配合默契，威力丝毫不减当。很快第1区域的怪物就被2人清理干净。但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阿拉科涅虽然不是什么强大的怪物，但如果无法击穿坚硬的外壳，任何攻击都是没有效果的。在西门叶一次次的抽送中，卤蛋兄弟已经崇拜起来了。这可是西门叶的拿手绝活，100厘米抽送，今天真是小刀拉屁股开了眼了。对于这个技术，秀兰可是熟悉的很。看似简单的投掷技能却被西门叶玩出了花。在使用投掷技能的瞬间，长枪会以极快的速度飞出去，而西门叶要做的就是在他飞出100厘米之前再次抓住枪柄，可谓是速度超快的抽送技术，其威力比单纯的使用妖力要大得多。只不过这个疯狂的技术相当于抓住打出去的子弹，整个过程不能有一丝失误。秀兰不由感叹：西门叶，你还真是一点没变。此时白继虎正在集结众人准备清理第2区域，这时他发现西门叶不见了。崔贺告诉他，西门叶刚才说自己要先去活动一下精武，估计现在已经到房间了吧。听到这里，白继虎也只能无奈的叹气，这小子还是一如往常的爱整活呀。接着就叫剩下的9名队员准备一下去清理第2区域。与此同时，在第3区域的房间里，西门叶正笑盈盈地看着眼前的塞尔彭。小虫子，好久不见！似乎是感受到了西门叶的亲昵，塞尔彭发出一声怒吼，快速朝着对方袭去。西门叶从容不迫闪过一击，你还是一如往常的暴躁啊！说话间，枪身已布满雷光，以雷势推动。西门叶猛然打出一击，让这一枪的速度快到极致，枪尖的蓝芒插入了巨蟒的下颚。但这一击并未将其击杀，待到其他人赶到这里
，BOSS 已经奄奄一息，失去了行动力。原来西门叶发现，在虚拟空间中击杀怪物的等级越高，猎杀者的分身得到的强化就越多，所以这头 BOSS 他是故意留给队伍里弱者，从瑟尔鹏身上一跃而下。西门叶叫住了白继虎和他女儿，你们两个跟我来，我突然有了个绝妙的计划。是你飘了，还是觉得我拿不动刀了？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还没崛起的小嘎嘎竟敢挑衅17年前的地表最强。原本只是为了打发无聊时间参加游戏的西门叶，这下可来了精神。刚刚猎杀完第一头 BOSS， 西门叶就带着白继虎和他的女儿前去寻找小嘎嘎的踪迹。此时沈银修正忙着和他的小队猎杀怪物，突然一道枪芒擦面而过，自己的包皮也被瞬间割破。沈银修一脸惊愕，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队伍遭遇了偷袭。与此同时，小嘎嘎的另一支队伍也遭遇了阻拦，而拦住他们的正是崔贺带领的队伍。原来在分别前，西门叶曾嘱咐过他们，一旦遇到地方队伍，千万不要惊慌，只要拼尽全力拖住对方，他和白继虎很快就会来支援他。另一边，完成一次抽送的西门叶此时正打算将白继虎丢出去，他叮嘱白继虎千万不能死，否则老脸都丢尽了。在将白继虎投掷出去的同时，西门叶再次发力，将长矛投掷了出去。此时沈银修还以为对方是朝自己来的，赶紧让队员将自己围住。可当白继虎临近身前的时候，他竟直接发动了瞬间移动，来到了自己身后。沈银修还没反应过来，队伍里的坦克就被对方秒杀。就在全员对白继虎发起反击的时候，一道五连鞭从天而降，直接缠住了白继虎。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女儿白夏言。夏言二臂发力，用力一抽，白继虎瞬间朝着西门叶的位置飞去，而夏言也在落地的同时发动了瞬间移动，整场配合完全不超2秒半。西门叶笑盈盈地看着懵逼的众人，坦克已经赶了，接下来该结束了。与此同时，屏幕外已是呼声一片，利用佯攻解决对手核心力量，然后进行团灭。不愧是曾经的地表最强，西门叶带来的精彩比赛让解说员都词穷了。沈银修也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差距，在一次次的爆锤中，他险些叫了爸爸。与此同时，崔贺按照西门叶的指示成为了前锋坦克，尽管这是第一次，但却爆发出了让他都不敢相信的实力。可对面毕竟是国家队，很快崔贺就有些坚持不住了。就在这关键时刻，一道枪芒猛然射出，小嘎嘎瞬间灰飞烟灭。只见西门叶笑盈盈地出现在现场。接下来的战斗就交给我们，用5分钟的时间结束这一切，然后赶紧进行下一场比赛吧。曾经以一己之力拯救全人类的英雄，在地下城中历经17年回到地球，竟然被一群无知的小嘎嘎给轻视。第一场比赛，西门叶将大部分功劳让给了白继虎，但这第2场比赛，他决定要让所有人好好看看什么叫地表最强。比赛一开始，白继虎就在给队员们分配任务，西门叶淡淡表示，这把他要单独行动，让他有事自己看着办。白继虎有些不解，第一把不是配合的挺好的吗？不，这一次我要动真格的。看着疾驰出去的西门叶，白继虎的脸都黑了，这小子该不会给我闯祸吧？此时西门叶已遇到了地下城的第一波怪物亡灵战士，尽管对方来势汹汹，但他的速度丝毫未减，在快速的穿梭中，西门叶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抽速，而且这座地下城的结构，西门叶早就熟记于心，借助地形特点，很快他便找到敌方队伍。在看到西门叶的那一刻，小嘎嘎们全都惊了，这才过去不到10分钟啊，他怎么这么快？西门叶冷冷看着众人，上一局我只不过是热身，这一次你们这群渣渣就高呼救命吧！关爱队的队长蔡有贤大喊不要慌，随即扭过头便让众人赶紧撤。看着四散而逃的小嘎嘎，西门叶露出了姨母笑，既然你们这么识趣，那我就多陪你们玩一会。举起长枪的同时，西门叶发动了分析眼，真是垃圾，啥也不是。长枪猛然射出，瞬间击中了一个小嘎嘎的后背。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习习勿者为俊杰。拿下了首杀，其他的小嘎嘎也都跑光了。不过西门叶并不在乎，因为这些人迟早都会死在自己手上。不知过去多久，小嘎嘎们已逃到了地下城的最底端。西门叶的突然出现直接把他们打懵了。队长让众人加强警戒，防止对方再次偷袭。然而此时的西门叶已来到了中间的空档区域，就连解说员都搞不懂他下一步的动作。西门叶看着中间的深渊，暗自盘算，以那群小嘎嘎的撤退速度，现在应该到地顶了。那就让我试试自己到底猜对了没有。力量汇聚到枪身之上，西门叶猛然朝着深渊投掷出去，重力加速度等于牛顿，长枪宛如蛟龙杀入地底。小嘎嘎们只感觉头上出现一阵凉风，还不待反应过来，一名小嘎嘎就被贯穿了身体。此时的蔡有贤已完全懵逼，场外的解说员更是满脸震惊，这绝对是战火风云历史上最精彩的击杀场面。一人单挑11名超凡者，西门叶要用实力诠释什么叫地表最强。在完成双杀之后，小嘎嘎们已经开始内讧了，尤其是意志属性不高的沈银修，他开始指责队长只顾着逃走，不懂得正面硬刚。队长让他冷静，他们现在人手本就不够，派人牵制西门叶可能会遭遇对方的包围。沈银修有些恼火，直接用爆炸球干掉西门叶不就完事了？可队长却劝他节省正面。沈银修一肚子的憋屈，他不顾队长的阻拦，朝着西门叶的位置打出一爆炸球。伴随着爆炸声响起，沈银修得意的笑了起来。
早知道你躲在后面，这下连渣都不剩了吧？就在沈英修得意大笑的时候，西门叶完好无损地从烟尘中站了出来。真是蠢货，难道看不出我是故意让你发现的吗？说着，他便纵身一跃，消失在了原地。此时的沈英修心态已经有些崩了，自己引以为傲的超能力就这么轻易被挡下了。要知道，即便是大型联赛，也没见过几个人能挡下自己的爆炸球。也正是因为这个技能，他才能入选国家队，成为核心攻击手。队长也看出了西门叶的棘手，当即让众人分成2队前去牵制对方。看着3人离开小队，西门叶一脸无语，还以为能想出什么好战术，这简直比想象中还要让人失望。他纵身一跃，跳入人群。现在他已经彻底玩够了，硬邦邦的长枪每一次抽送都能带走一个小朋友。在完成5杀之后，场外的观众全都亚麻呆住。开局短短几分钟就一人拿下如此战绩，难道这就是地表最强的真实水平？秀兰呆呆地看着屏幕，那个男人他真的回来了。此时白继虎在听到西门叶拿下5杀后，赶忙联系他问是怎么回事，并表示他们马上就去找他会合。西门叶咧嘴一笑，不用了，估计你们还没到就已经结束了。现在我要准备大开杀戒了。脚下一发力，西门叶直接来到了最后的6名队员面前。看着宛如杀神的西门叶，关爱队的小嘎嘎们有些慌了。队长让2人一组将西门叶围起来，然而一群肥羊又怎会是独狼的对手？一枪在手，万夫莫开。西门叶以压倒性的实力横推众人，沈英修已完全傻眼，我他喵的到底招惹了怎样的存在？看着对方一步一步朝自己逼近，沈英修彻底绝望，而迎接他的将会是无尽的暴走。一生转战3000里，一拳曾当100万师。哪怕过去17年，西门叶仍旧是地表最强的存在。从虚拟舱出来，主持人第一时间采访了西门叶，他询问对方对于国家队有什么好的建议。西门叶挠破了乳头都没想出什么建议，如果非要说的话，那就毁灭吧。主持人又问他有没有当教练的想法，西门叶笑盈盈地表示，那得取决于对方的诚意了。回去的路上，白继虎问西门叶当教练的事情是不是认真的，西门叶表示，如果钱到位，还是可以考虑下的。不过他劝白继虎赶紧卸任总教练的职位，因为他根本不适合教别人。听到这里，白继虎备受打击，本以为自己跟着西门叶混了11年能够独当一面，没想到竟得到这种评价，而且曾经的7英雄之一艾姆雷卡萨都能成为世界级主教练，自己真是太失败了。他问西门叶愿不愿意当技术教练，西门叶同样还是那句话，钱到位一切都好说。不过看在之前的情分上，他可以给他几个免费的建议。第一就是把崔贺拉进国家队，并让他担任坦克的位置。第二，把刘壁虎那小子作为一击必杀的底牌，毕竟他的加速技能还是有点用处的。第三就是把蔡有贤从前排坦克调到后排当辅助坦克。最后就是把那个副会长的儿子沈英修踢出去。听到这里，白继虎当场就不乐意了，并不是忌惮对方父亲的身份，而是沈英修的各项属性在国家队里面算是能排上号。西门叶一脸不屑，能力再强有毛用，意志力跟个孩子一样，这种人在队伍里就是老鼠屎，除非能将他的意志培养起来。说着说着，两人来到了亨利斯大酒店。慈善比赛之后有一场宴会，西门叶作为主角自然要去露个面，当然参加宴会的还有各个国家的金牌经纪人。西门叶一到场，欧洲经纪人杰克就率先走了过去，简单的交谈后，对方将名片递给了西门叶。杰克刚走，卤蛋兄弟就挤了过来。关于这2个人，西门叶是认识的，之前他们是专门搞地下城军火。夏言小声告诉他，人家现在不搞军火了，是一个吕米埃的战火风云俱乐部的老板，3巨头之一的奈德就在他们俱乐部里。听到这里，西门叶明白过来，他询问2个卤蛋是不是来拉拢自己的。卤蛋兄弟露出真诚的笑容，表示如果能拉到世界第1的西门叶当然最好，不过他们不会强迫别人做不喜欢做的事情。他们现在对夏言很感兴趣，想将他招募到俱乐部里。西门叶当场乐了，你们还真有眼光啊，不过你们确定不是为了讨好我才这样说的？卤蛋兄弟表示绝对没有，他们是在看过夏言的比赛后才做出决定。当然西门叶如果能一起加入那就更好了。西门叶一脸无语，你俩的算盘珠子都打到我脸上了。不过话说回来，夏言如果能进入他们的俱乐部，一定能得到更好的发展。送走了卤蛋，西门叶本以为今天没啥事了，就在他和夏言准备去打牌的时候，一个声音再次叫住了他。西门叶有些恼火，他喵的没完了是吧？不好意思，我是机关秘书杨敏阳，您听说过超人功勋制度吗？西门叶一脸懵逼，那不是空头支票吗？杨敏阳表示，这个制度已经实施17年了，只不过大家都以为西门叶不会回来，所以他们计划将这17年的年金一同发放给西门叶，而准确的金额是25亿6800万元。有人3年没回家，回家后发现多了个2岁的儿子，而这个男人17年没回家，一回家竟多出25亿天地银行存款，这他喵的就很离谱。慈善晚会结束后，林正泰找到西门叶，他埋怨西门叶白天玩得太狠，国家队的那群小崽子们都很受挫。西门叶一脸无所谓，作为协会会长，我看是你这个大叔太无能吧，说多了都是泪。让西门叶参加慈善比赛应该是林正泰现在最后悔的事了。他询问西门叶到底要不要去国家队担任技术教练，他已经向上级申请过了，会给他准备丰厚的年薪。然而西门叶却笑着表示他已经有别的打算了，加上之前的一些存款，他现在已经有160亿了，所以他要当俱乐部老板，亲自去培养队员。回到家时，西门叶发现有个女人正在街道拐角等着他。没错，
正是七英雄之一的秀兰。西门叶一脸冷汗，这小妮子以前可是将感情都写在脸上，今天到底什么情况？该不是来寻仇的吧？这么多年没见，西门叶还是没忍住使用了透视眼。秀兰的各项属性已经到达了极限，而且还多出了一个定位的技能。看来这个小鬼比之前强了不少啊！西门叶上前询问对方是不是来报仇的。秀兰微微一笑：“我可没你想象的那么小心眼，今天来只是确认一下你回来了没有。既然确认过了，我就该走了。”说完也不等西门叶开口，转身就离开了。西门叶和白继虎都是一脸懵逼，然而他怎会知道，在17年前，这个少女就已经对他暗许芳心。不过西门叶作为高质量西格玛男人，怎会轻易掉入女人的陷阱？回家后，西门叶就一直在挑选俱乐部。白继虎看他是认真的，表示如果需要用钱，他可以帮忙，哪怕是 B1的俱乐部，他也能买下来送给他。西门叶一脸无语，真男人从不食嗟来之食。不过他有个问题 ，B7是什么意思？白继虎向他解释 ，B1和 B2都是11人队的常规联赛，而 B7则是7人组成的联赛。相比之下 ，B7俱乐部的运营成本会低一些，但选手的质量会差一些。西门叶思索片刻，还是决定从 B2俱乐部下手，毕竟他不是神，不可能将一群废物培养成天才。他打电话给林正泰，询问他知不知道有哪些俱乐部在出手。林正泰给了他一个推荐，汗蒸实业。只是让西门叶没想到的是，这个俱乐部居然是万年倒数第一。这个一碰就出水的娇羞妹子，竟被地表最强英雄一眼看中，直接买下了他所在的俱乐部，还扬言要将他培养成万人争抢的主力队员。原来林正泰在向西门叶推荐了汗蒸实业后，西门叶便偷偷去看了他们的比赛，结果他就发现了这个替补少女李奈妍。更让他惊喜的是，对方的速度成长居然是100的上限，而且还拥有一个可以跳跃20米的技能。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花费51亿买下了这个俱乐部。尽管所有人都不看好这个俱乐部，但西门叶却有信心将他晋升到B1阶梯。傍晚时分，西门叶独自来到了俱乐部，看着破旧不堪的训练场地，居然还有小黑鸭在叫。西门叶不由感叹这里环境太过简陋。这时突然有人叫住了西门叶，表示这里不允许外人进入。结果发现这是自己的新老板，就立马跪舔了起来。西门叶一把搂过他，不用叫老板，以后叫大哥，好好干，来年哥给你找个嫂子。崔东俊是这里的教练，他带着西门叶在俱乐部里转了一圈，并告诉他现在俱乐部有14名队员。西门叶也大体了解了这里的情况，尽管设备老旧，但好在足够宽敞。当下最重要的还是选手的问题。随后在休息室里，西门叶见到了这个叫做李奈嫣的小女孩。老板的突然传唤让李奈嫣有些受宠若惊。西门叶提出了他的短板，并表示今后他要让他做队伍里的主力。听到这里，李奈嫣顿时愣住：“我可是万年的替补，几乎都没上过场，你确定？”“当然确定，我要将你打造成怪盗圣少。”李奈嫣彻底懵了，这他喵的都是什么鬼？自己的老板该不是有大病吧？西门叶向他解释，他的优势在于速度，只要将速度练满，再配合弓箭到敌方阵营里捣乱，也就是说他可以不停地去抢敌方猎杀的怪物，然后敌方一旦被激怒，他就靠着速度优势逃走，因为他妨碍对手打猎，对方是不可能放过他的。但又因为速度原因，他们还抓不住他，这他喵的就很烦。而且针对李奈嫣的作战方案，他后续还有很多，只要他肯努力，说不定以后可以进入国家队。听到这里，李奈嫣激动的浑身冒水。西门叶叫停了他，赶紧让下一位过来，让我看看到底还有多少废物可以2次利用。这个捕兽如柴的四眼仔竟是一个隐藏的剑术大师。话说西门叶在买下倒数第一的俱乐部后，便对选手进行了分析。他发现并非是选手们的实力太弱，而是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的站位。智勋本是队伍里的辅助，他拥有一个使用正念制造保护膜的技能，可他代表武器和身体技巧的上限却是95。西门叶将他找来，并表示从今天起他就不是辅助了，在之后的比赛中他将作为近战攻击手出战。智勋听后整个人都麻了，我可是一直都是辅助，你这没头没脑的把我叫来就是说这些吗？西门叶有些无语，他告诉智勋，他的剑术方面很有才能，而且这可不是他随便说说的。尽管这样，智勋还是表示怀疑，毕竟他的爆发力和敏捷度都很低。西门叶有些恨铁不成钢的表示，那是因为他总喜欢躲在人群后面，而且他十分讨厌这种行为。队伍里是需要辅助，但那是至少拥有2个技能的人才能发挥出辅助作用。智勋的保护技能只有1个，所以一会他会给他配备一把武器。智勋听后弱弱的询问，是将自己培养成一个配件的辅助吗？听到这里的西门叶彻底绷不住，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这个俱乐部里怎么这么多奇葩？你他喵的以后就给我老老实实当进战攻击手，如果你还想着继续当辅助，那就等着被我炒掉了。所以说，你是想改变一下命运呢，还是打算继续混日子？智勋犹豫了一下，当即握住了西门叶的手，我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近战攻击手。谈话结束后，西门叶让东俊给智勋找个剑术教练，同时再训练一下队员们的耐力。东俊一脸懵逼，这样真的有效果吗？放心好了，我可是地表最强。回家后的西门叶陷入苦恼，就连平日里喜欢追的剧也不看了。白继虎有些担忧地询问他是不是因为俱乐部的事情，而且他听说那里只有14名队员，难道不想招募一些吗？听到这里，西门叶立马坐了起来，看着堵在门外的一群狗仔，西门叶突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的确是需要招募一些队员，不过这里正好有免费的广告。想到这里，西门叶直接跳到了楼外。各位记者朋友们，为了混口饭，你们可真是辛苦了。
接下来我会回答你们的每一个问题，但是有一个要求，那就是立马将我要招募队员的消息放出去。蓝人一眼相中快递小哥，只因他是罕见的3技能超凡者。话说西门叶在通过媒体散发出招聘信息后，无数的小嘎嘎蜂拥报名。然而在看过简历后，发现全他喵的是一群歪瓜裂枣。西门叶快要气炸了，但还是耐心的筛选了一番。突然，一个快递小哥的简历引起了他的兴趣。尽管他的属性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但却拥有一个传递物品和传递视野的技能。在面试现场，西门叶见到了这个叫赵明浩的快递员。在看到对方的简历时，东俊一脸的诧异，这种属性的人怎么会通过书面审查？他刚要询问西门叶是不是工作人员搞错了，西门叶就笑盈盈的发动了分析眼。让他惊喜的是，这小子居然有3个觉醒技能，其中一个技能还是正念传递。这种超能力不仅稀有，而且在战术层面的利用价值也很高。不过这么好的技能他居然没写在简历上，看来是他自己都还没有发现。西门叶转头问东俊，这小子是不是和李奈烟同岁？东俊一脸懵逼，没错，但和招聘有什么关系？西门叶没有理他，而是一脸邪笑的盯着赵胜浩。这还真是命运的安排呀！赵胜浩，我看到你的简历里面只有快递员的经历，那你为什么要来应聘战火风云选手呢？而且从能力值来看，你也不适合成为一名选手啊！赵胜浩握紧拳头，坚定地回道：“我知道我的能力很差，但成为一名战火风云选手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也许在别人眼里我这是痴心妄想，但这次应聘我是认真的。”赵胜浩的回答让西门叶十分满意。他询问对方之前是如何进行远距离物品传送的。赵胜浩表示，如果距离太远，他会利用正念来感知大体位置。听到这里，西门叶顿时乐了，这个能力还能用来侦查，看来你比我想象中的有用啊！还说一个成功的怪盗背后都有一个优秀的老六。赵胜浩，你被录取了，而且你和李奈烟会成为最佳搭档。今后汗蒸实业的核心队员就是你们2个，让我们的对手见识一下什么叫做老六打法。他曾是带领7英雄打败地底人的神话，如今却买下倒数第1的俱乐部，开始培养新人。时隔2个半月，李奈烟与赵胜浩这对王牌老六组合终于被他调教出来。接下来就是展现成果的关键一战。按照西门叶制定的作战方案，李奈烟利用速度游戏不停干扰敌方，只要遇到对手猎杀怪物，他就会时不时的骚一下。而赵胜浩只需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负责给李奈烟传送箭矢。至于他的安全问题，则有4眼智勋保护。这种老六打法把场下的观众都给看呆了。看着屏幕上的画面，西门叶笑出了眼泪。白继虎的老婆一脸无语的询问西门叶：“这种溅出汁水的主意是你出的吗？不如你也来帮帮我的老公吧。”提起这个，西门叶一肚子气。当初他就提议过让崔贺去当坦克，再将沈银修那个小瘪三踢出去，可白继虎这小子根本不听自己的。就在这时，主持人播报了比赛的战况，李奈烟被对手团团围住，眼看就要落入下风。赵胜浩将安全路线的视野传递给了他，一路闪电弹火花，李奈烟如同灵动的昆巴在敌方阵营中不停抽送。他喵的气死老子了！快给我抓住这个老六！小嘎嘎的怒火被点燃，所有的队员都放下了手中的猎物，前来追李奈烟。很快，李奈烟就被堵在了悬崖边上。臭婊子，看你往哪跑！李奈烟嘿嘿一笑，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不过接下来谁跑还不一定。说罢，他的身后浮现出一个巨大的石头，自己队友们全都全副武装的抓在石头上。这一幕把场外的解说员都给惊住，利用辅导快速加入战场，一直追赶李奈烟。没来得及发育的小嘎嘎队根本不是发育完全的汗蒸实业的对手。第1场比赛，西门叶的队伍以9比0的成绩完胜，李奈烟与赵胜浩成为了全场的焦点。在这一阵阵欢呼声中，李奈烟将目光投向了场下的西门叶。我说的没错吧？我会将你打造成最优秀的主力选手。西门叶开心的竖起大拇指，老板的鼓励仿佛给李奈烟打了一针鸡血。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老鸡巴福利志在千里，纵是万年吊车尾，在西门叶的调教下，也能绽放出让人膀胱一紧的芳香。在第2轮比赛中，西门叶的队伍以同样的战术再次拿下1分。这次的比赛让人们彻底记住了 YSM 战队的名字，这也是继战队改名后的第1场胜利。李奈烟与赵明浩的名字占据了各大新闻头条，网友们纷纷夸赞，不愧是7英雄队长，竟然带领万年吊车尾获得了胜利。几天后，白继虎找到了西门叶，小叶，那些人真的是你选的吗？你说把他们招进国家队，会不会也能表现得这么好吗？西门叶一脸埋怨，有这个心思，你还不如去找崔贺那小子呢。过去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把他招进国家队？说起这个，白继虎也是一脸无奈。崔贺是答应他来做坦克了，但是他们俱乐部的老板的反对意见却挺大的。那他现在的身价是多少？既然你搞不定，那就让我把他牵过来。就这样又过去了几周，西门叶的队伍顺利拿到了5连胜，这把东俊教练给激动坏了。西门叶让他不要高兴得太早，眼下最重要的是训练队员们的耐力。同时，他还给东俊下达了一项指标，那就是在这个赛季结束时将胜率提高到50%。东俊当场石化，他喵的，以前的汗蒸实业最高的胜率也就31%啊！你确定不是想玩死我？东俊以为老板在和自己开玩笑，但战队队长鲁正焕却不这么认为。50%的胜率，这对以前的汗蒸实业来说完全不可能。可他相信自己的老板不是随便说出这种话的人，尽管平日里他总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但他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经过严密计算出来的。所以现在也该到了他们这些队员回报老板的时候。
这时西门叶突然宣布了一件事：如果在这个赛季中战队能打出50%的战绩，他将会追加更多的资金。此话一出，现场掌声雷动。说完这件事，西门叶便先一步离开了。事实上，他还有一件事没有告诉大家，他们现在的这套老六战术并不是没有弱点，对手只要找到藏匿的赵明浩，就能直接打破这套牵制战术。所以想要更多的战术，就需要更出色的资源。虽然最近拉的赞助比较多，可人才没人赞助啊。就在西门叶为这件事犯愁的时候，白继虎发来信息，让他去青年联赛那边看看。虽然很多优秀的选手已经签约了，但未必不能捡漏。看着这里，西门叶顿时开心起来，你们可要等着我呀，小崽子们！影子行走，在阴影中的移动速度提升20%，在正面超过70的情况下，能够潜入影子内行动。拥有这种极品老六技能的小疙瘩，在学校里竟然是个没人要的垃圾货。话说西门叶在从白继虎那里得知青年联赛这事后，便一间学校一间学校的开始捡漏。然而当他来到学校才发现，就连能力值平均70的一般货色都被别人挑走了。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个迟到的小疙瘩跑了进来。西门叶原本也以为对方是个能力值不出众的小垃圾，可没想到只是用膀胱扫了一眼，就差点原地爆炸。瘾犯的各项能力值并不出众，但影子行走这个技能绝对是为刺客而生的。若不是自己拥有分析眼这个技能，这个世界上绝对没人能发现这个拥有条件开放性超能力的孩子。西门叶当即表示要签下瘾犯。听到这个消息，瘾犯有些受惊，你都不认识我，干嘛要向我发出邀请呢？而且自己不仅力气小，速度慢，甚至连超能力都很普通。然而西门叶有些生气地表示，你在怀疑我的眼光吗？我可是发掘了李奈嫣和赵胜浩的人，甚至四眼智勋之前都是个不起眼的辅助而已。尽管这样说，但瘾犯还是有些自卑。西门叶告诉他，他的超能力和性格有关，都是属于暗属性的，这是能够通过努力改变的。他让对方跟自己干3年，如果到时候他不想做了，他会给他3亿的补偿金。听到这个数字，瘾犯又受了一次惊，他表示要和自己的妈妈商量一下。西门叶一把拽住他，那还商量什么？赶紧走吧！回到家后，瘾犯的妈妈开心地将自己的傻儿子卖给了西门叶。有了这个开门红，西门叶对接下来的捡漏行动信心满满。然而事实是残酷的，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已签约完了。直到傍晚，西门叶来到最后一所学校，然而让他更加恼火的是，这里明明有一个超能力和能力值都不错的学生，但这小子油盐不进，表示战火风云他只是当成一种兴趣，他真正想做的是成为给人们带来梦想和希望的作家。西门叶一阵烦躁，但听到对方想当作家，他便计上心来。他告诉崔正明，自己可是17年前带给人类梦想和希望的英雄，而且自己的伟人传已经出版很久了，他的人生就是一本小说，如果写出来，那将会是一本精彩绝伦的黑暗奇幻小说。原本他还想着和对方分享一段不为人知的地下城故事，当然前提是加入自己的战队。听到这里，崔正明再也装了，当即表示要签约。自此西门叶的战队也算是出具雏形了。临走时，崔正明叫住了他，询问为什么在他身上看不到弱点。他的超能力观察可是连国家队选手的弱点都能看到，而且像西门叶这种完美的人，为什么要去当老板？如果成为选手，岂不是？然而话没说完，西门叶就打断了他，我可没兴趣欺负一群菜鸟，毕竟哥只是个传说。他以5000万的低价买下了价值50亿的职业选手，临走时还把俱乐部的老板暴锤了一顿。在得知崔贺还没被选入国家队后，西门叶当天就来到了双星豹俱乐部，俱乐部的汪汪队将他围在门外，于是他原地表演了一套军体拳。就这样，西门叶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俱乐部，看着周围富丽堂皇的高楼，西门叶不由感慨有钱真好。别人的队员可以在塑胶跑道上训练，而自己的队员只能每天爬山，只因自己的俱乐部在海拔500米的高山上。这时俱乐部的经理突然叫住了西门叶，他知道对方不好惹，本想靠着口技将西门叶忽悠走，然而西门叶根本不吃这套，他直接质问对方为什么不让崔贺去国家队。经理一脸冷汗，崔文生教练不同意把崔贺换成坦克和我有什么关系？虽然这样想，但经理还是笑盈盈地表示这件事他们正在商量。西门叶没有和他废话，直接找到了教练室。崔文生教练在看到西门叶时，始终不敢和他直视。西门叶有些诧异，我们是不是从哪里见过？你怎么看着这么面熟？崔文生立马慌了，赶紧否认两人认识，但很快西门叶就一修复体认出了对方。在1993年的冤魂神殿地下城入口，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型攻略战，有近200名超凡者参与，西门叶作为当时的新秀也在其中。那时的他只有18岁，而24岁的崔文生仗着年长几岁不服指挥，擅自踩中了机关，让地下城的攻略时间整整延长了9个小时。出来后他差点没将对方揍死，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竟在这里碰见了他，还真是冤家路窄。在听到西门叶已经认出自己，崔文生直接绝望了。这么多年过去，我还特意留了胡子，都被你认出来了。再说我当年犯的错，总不至于再挨一顿吧？西门叶露出一个人畜无害的笑容。我当然不会计较当年的错误，不过你现在还犯了其他的错误，不应该被打一顿吗？另外，你还要将崔贺交出来。
否则我将当年的事情告诉记者，让他们好好宣传一下双星豹俱乐部教练的英明决断。崔文生彻底没了脾气，可当他说出崔贺的转会费时，西门叶乐了。你的俱乐部明明这么有钱，居然还向我这个贫穷的小老板要这么多，你觉着合适吗？就是不知道你的命值不值这么多。崔文生慌了，此时的西门叶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十足的恶魔。他刚开口说便宜2亿，西门叶就笑盈盈问他的命就值这么多吗？最终在一番友好的讨价还价后，崔文生以5000万的价格转让了崔贺。几天后，崔贺带着行李来到了 YSM 俱乐部，西门叶特意出门迎接，终于来了，我的坦克！看着眼前这个改变自己命运的男人，崔贺的眼中充满了期待。他坚信，在不久的将来 ，YSM 俱乐部一定会在那个男人的带领下成为世界级的俱乐部。梅斯摩的侄女竟把自己卖给了卤蛋兄弟，并非是人小鸟大，而是他们给的实在太多了。原本西门叶正在为战队的事情发愁，尽管这段时间招募了不少奇葩学员，但他们队伍的总人数也就只要18人，根本无法实现11对11的队列。可就在这时，他发现自己的侄女白夏妍正在学习毕国语言。一番询问过后，他发现对方果真是加入了毕国卤蛋兄弟的俱乐部。白夏妍希望西门叶能陪他一起。西门叶原本对这种事情并不感冒，但那边的经纪人告诉他，卤蛋兄弟给他打造了一把专属武器，而且他听说西门叶正在招收队员，一起去毕国说不定有新的发现。因为战地风云联赛是允许有5名外国队员参赛的。听到这里，西门叶再也没了顾虑，叫上好兄弟的老婆便一同前往了毕国。在听说西门叶也会一同前来，卤蛋兄弟特意去机场接机，同时还带去了大量的媒体记者，为的就是给他们俱乐部造势。西门叶一脸无语，真他喵的当自己是提款机了。然而更糟心的还在后面，西门叶所穿的衣服都是带有卤蛋兄弟俱乐部标志的，甚至他放的屁都能和卤蛋兄弟联系上。要不是看在白夏妍的面子上，非将这里拆了不可。随后卤蛋兄弟对白夏妍进行了基础测试，结果很让两人满意。卤蛋兄弟当场表示将会以400万欧元的价格签下白夏妍。虽然这笔钱在西门叶眼里不算什么，但加入毕国的俱乐部对夏妍今后的发展十分有利。西门叶没有说什么，只是表示祝贺。就在这时，门外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看到对方的一瞬，西门叶顿时膀胱一紧，来人正是当年的3巨头之一纳德。西门叶原本以为对方今天是来找茬的，没想到对方竟客气的让自己有些尴尬。他发动分析眼查看对方的属性，发现纳德的各项能力值几乎都已经到达了上限，而且他的分身技能完全符合他的能力特性，这简直就是为 PK 而生的超凡者。怪不得当初杰拉德一直无法晋级3巨头，果然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实上，纳德是十分想和西门叶打一架的，但碍于第一次见面，他始终没有说出口。西门叶见自己的侄女看得有些出神，便悄悄地告诉他千万不要迷恋纳德这种男人。夏言让他放心，同时他表示自己已经有喜欢的类型。母亲一脸好奇地上前询问，夏言告诉他自己喜欢粗犷的男人。说话的同时，他还一脸崇拜地看向西门叶，这一举动顿时让久经沙场的母亲明白了，好你个西门叶，都说好吃不如嫂子，你他喵的连侄女也不放过，该不是想大小通吃吧？拒绝了母女的双飞邀请，却掉进了卤蛋的套路陷阱。卤蛋兄弟在成立俱乐部之前是有名的军火商，同时他还是西门叶的狂热粉丝，收藏过很多西门叶使用过的东西。这次邀请西门叶来毕国也是为了送他一件定制武器，这是一种便携式的长矛，只要将正念注入到武器内部，长矛就会改变形态，变成真正的利刃。第一次见这种科技狠活，西门叶也是感到十分新奇。卤蛋兄弟表示，这种武器他们给他做了5件，而且现在已经没有地下城，只要好好维护，完全可以做到无限使用。收下了卤蛋送的礼物，西门叶都有些不好意思。然而卤蛋兄弟让他不用不好意思，这种武器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使用，但如果说是西门叶使用的矛，哪怕是复刻版也很好卖的。好家伙，你俩跟我玩套路呢？这是想让我当免费的代言人。卤蛋让他不要慌，代言也不是免费的，他们会以每年150万欧元的价格支付代言费，而且只要西门叶携带这把武器参加比赛，他们还会额外追加300万欧元。看来钱的面子上，西门叶最终选择了妥协。然而他并不知道，这才是卤蛋套路的第一环。开开心心的签下了协议。卤蛋问他还记不记得合同中的第2条款，签约者不得丢弃武器，必须随身携带。西门叶一脸懵逼，我不带着还能将它扔了吗？卤蛋向他解释，由于他不是战火风云的选手，这把武器是没法过海关的，要想不违反合同，就必须在这里注册成为职业选手。西门叶一脸憋屈，早知道这2个小土豆没安好心，他喵的竟在这里等着自己。见西门叶马上发火，卤蛋赶忙和他解释，哪怕加入协会也不会有任何义务和限制，反而还能增加他的选择，让他在想要参赛的时候随时出战。西门叶一脸无奈，虽然这件事对自己影响不大，但被2个土豆套路的感觉让他极度不爽。在得知这件事后，夏言开心的啪啪啪，恭喜叔叔拿下了赞助费，还注册成为了正式职业选手。不过我倒是希望叔叔能加入我们战队，这样就能和叔叔一起做爱做的事情。就在这时，奈丹突然走了过来，听说你拿到新武器了，怎么样，想不想测试一下？正好明天上午有模拟赛训练，要是你能参加的话，应该很有意思。看着对方一副充满斗志的样子，西门叶咧嘴一笑，你小子真是丝毫不掩饰你的好胜心啊！既然如此，那我们明天赛场上见。
这个铁塔白脸汉子刚出现在男人面前，男人就让他日后照顾一下自己的侄女。话说西门烨在答应了内丹的比试邀请后，第二天便带着侄女来到了训练室。西门烨作为地表最强的英雄，他的出现顿时引来所有人的围观。突然，一个壮汉挡在了西门烨的面前。西门烨本以为对方是来挑事的，可下一秒男人就嬉皮笑脸的让他签个名。基奇·卢卡斯达是俱乐部的主力之一，同时也是西门烨的粉丝。在得到西门烨的亲笔签名后，基奇兴奋的一脸娇羞，同时也答应日后一定照顾他的侄女。看着这个又黑又粗的男人，西门烨好奇的发动了分析眼。好家伙，除了正面，各项能力值都超过了90，甚至还拥有3个超能力。虽然这个队伍的王牌是内丹，但这个家伙绝对是无可替代的一员。就算是拿他和内丹、杰拉德相比，也毫不逊色。西门烨好奇地看着基奇的第3个技能，这家伙怎么会有这种能力？难不成他喜欢绿色的东西？这时内丹走了过来，他告诉西门烨，基奇是个了不起的选手，除了参加比赛之外，他还管理着保护全球森林的慈善团体。见对方一副笑盈盈的样子，西门烨问他是不是有啥好事。内丹被说的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我的梦想快要实现了。对于新一代的超凡者来说，西门烨就是他们的偶像，也是无论如何都想超越的高墙。17年前，大家都以为西门烨不会回来了，曾经追随他的超凡者也都解甲归田。然而，谁是地表最强超凡者的话题始终没有停过。奈丹是继西门烨之后被提及最多的超凡者，连续3年获得最佳选手，但他的心里始终有个遗憾，那就是没能和号称地表最强的西门烨打上一架。如今这个梦想马上就要实现了，奈丹显得格外兴奋。就在这时，教练高冰也来到了训练场。简单的一番介绍后，他表示今天的训练会有些特殊，将由西门烨与内丹分别带队进行搏杀。至于队员的挑选方式，就以猜拳的形式进行。很快，双方便选好了各自的队员，随后2队人马便被传送到了虚拟空间中。让西门烨感到意外的是，这里居然只是一个竞技场，完全没有地下城中复杂的构造。看来是想让内丹和自己正面交锋啊。不过这样正合西门烨的意，就是不知道老牌英雄和后起之秀谁才是真正的最强。这是一场老牌英雄与后起之秀的巅峰对决。尽管比赛是团体作战，但大家都很默契地给2人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一上来，内丹率先发起进攻，利用速度优势，奈丹的双刀不停地朝着西门烨挥舞。然而西门烨作为老牌英雄，早已做到枪盾合一，盾牌格挡，长矛抽送，看似密不通风的刀式尽数被他化解。短暂的拉开距离后，奈丹再次冲杀上去。他知道远距离作战双刀根本不占优势，所以他要不断的近身给对方造成压力。然而尽管他刀法凌厉，但西门烨仍旧从容不迫，甚至他自以为看出的破绽，也不过是西门烨故意留给他的。300回合之后，西门烨终于认真起来，硬邦邦的长矛在对方身上不停抽送。若非内丹的速度比西门烨快，自己根本不可能躲过这强势的攻击。更让他惊叹的是，西门烨的枪盾简直就是流水般的组合，牵制枪会被打到，牵制盾会被刺中，而且不仅无法脱离他的攻击范围，对方还一直保持让自己难以进攻的距离。不愧是成为地表最强的男人，身上竟发现不了一丝破绽。内丹冷静下来，看来只能使用那个。一道亮光闪过，2个内丹同时出现。没错，这正是他的超能力分身。见此一幕，西门烨的眼神突然变得认真起来。总算等到你的分身了。与此同时，一直在场外观察的教练和卤蛋发出一声惊叹：内丹的武器竟然被压制了，这可是从没出现过的情况。而且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西门烨只和地底人战斗，没有专门的和超凡者对练，而内丹可是专门研究如何打败人类的战斗专家。不过既然内丹召唤出了分身，形势或许会有所不同吧。4把无懈可击的短刀可不是一般人能招架住的。1分为2的内丹快速杀向西门烨，他本以为西门烨会像其他对手那样与自己拉开距离，却没想到对方竟站着挡下了所有攻击。短短的几秒内，他挥出上百次攻击，没有一次命中，这完全是一场看不到胜利的战斗。不过从西门烨后退时留下的战斗痕迹来看，对方的情况也不乐观。没错，此时西门烨已经在心里骂娘了。内丹的速度和刀法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强，在1对1的情况下，自己还能用技术压制对方。可自从这家伙用了分身技能后，攻击方式就以几何倍数增加了。再这样下去，战斗将无法在短时间内结束。而问题就在于拖得越久，对自己越不利。看来只能赌一下用那个方法了。安人以一只手臂为代价，却只干掉了小嘎嘎的一个分身。西门烨很清楚，仅靠常规打法是不可能抓住内丹的。在一次急速抽送中，西门烨故意露出了破绽，急于赢下战斗的内丹果然上钩，他的分身快速冲杀上来，一刀便斩断了西门烨拿着长矛的手。见此一幕，场外的人全都目瞪口呆。西门烨的2臂没了，这场战斗的胜利恐怕要属于内丹了。然而就在这时，西门烨突然笑了起来。谢谢你啊，内丹，我相信不管在怎样的情况下，你都会发动攻击，而且一直以来你都在期待与我对决。那么我想，你一定会在打出制胜一击后放松警惕，即便是极短的瞬间，也足以让我打中速度最快的人类。西门烨的拳头猛然落下，内丹的分身瞬间湮灭。内丹一脸不甘，失去了分身，他还有本体。他抄起武器再次冲杀上来，然而这次他的短刀就在西门烨面前却始终无法再进一步。
拦下他的是大黑牛机器，这次就算平局吧。不过我们队可是赢了呢。不管战斗多么激烈，你一定要记得，这场比赛是团队竞技。走出虚拟舱，那丹不由感慨，西门叶还真是给自己上了一课呀。就在这时，教练带着卤蛋走了过来，竟然用一条手臂换取内丹的一个分身。西门叶先生，你果然了不起。西门叶笑着问他是不是还有一场比赛，并表示如果让他再回顾一下刚才的比赛，说不定能找出克制内丹的办法。听到这里，教练也是一脸兴奋，他表示既然西门叶这么给面子，自己也不能吝啬。随后他将西门叶带到了俱乐部的分析室，他向他介绍这里的负责人萨娜。西门叶在用分析眼查看后，发现这个叫做萨娜的人属性很一般，不过既然对方能成为这里的负责人，自然有超出常人的能力。萨娜向他解释，时代已经变了，现在的超凡者不再像以前那样通过地底人来分析自己的数据，而是利用超人分析系统 EAS 完成。它能够记录所有的比赛信息，并且将选手的个人能力值数据化。目前很多大型俱乐部都在使用这套系统。听着对方的介绍，西门叶有些心动。虽然自己有分析眼不需要这个，但这对于自己俱乐部中的教练应该很有用。而且如果有客观资料作为支撑，东郡那头犟驴应该不会和自己顶嘴吧。不过一想到这玩意要34亿天地银行，西门叶还是有些犹豫。突然他想到什么，转头看向了卤蛋兄弟，我们做个交易吧，我把我所有的战斗数据都给你们，你们送我一套这种设备，并给我配备一个能够操作设备的人。西门叶的提议让卤蛋兄弟心动，作为他的狂热粉丝，他们收集了西门叶无数的战斗影像，如果能将西门叶的战斗数据拿过来，自己的收藏岂不是完美？于是二人一拍即合，当场答应。西门叶笑盈盈地看着两人，放心吧，这绝对不是亏本的买卖，因为接下来的第2场比赛将会有大惊喜送给你们。男人只是洗了把脸，竟发现自己多了一个超能力增强，在已有的能力中挑选一种能力进行增强，强化任意属性可增加能力值10点，在选择超能力时能够强化超能力。西门叶一脸诧异，超能力的获取是根据个人的特性觉醒，或者是在正面受到强烈刺激后突然觉醒。自己的这个超能力是什么时候获得的呢？难道是在和内丹战斗时集中注意力出现的，又或者是受意志力110的影响？但不管怎么说，这绝对是个开挂的技能。自己有好几项能力值已经达到了100上限，如果再进行增强，那绝对是无敌的存在。正好马上就要和内丹进行第2轮比赛了，就拿它来练练手。随着倒计时结束，第2轮比赛正式开始。西门叶选择增强自己的技术，现在他的技术能力值已突破上限，达到了110。长矛狠狠地投掷出去，宛如电动的罗马大帝，速度之快让内丹都为之惊叹。然而还不等他做出反应，高速旋转的长矛竟在自己面前拐了个弯，直接击碎了自己的分身。怎么样？没想到吧？此时的内丹已完全懵逼了。回想刚才的画面，长矛竟在中途突然加速并转弯，难道这就是西门叶隐藏的杀手锏？可不等他想明白，西门叶已经再次提枪杀了上来。内丹本想与其拉开距离，但西门叶的长矛就像是长了眼睛一样，直接插入自己后庭。第2轮比赛结束了，耗时比第1轮还要少。内丹十分好奇西门叶刚才是如何做到的，他想要和他再来一轮。西门叶本想休息一下，但在对方的软磨硬泡下，还是答应了下来。第3轮比赛正式开始，内丹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分身。呵呵，比赛一开始就使用分身，看样子你学会了不少啊。长矛在手中挥舞，面对内丹的2重分身，西门叶再次选择强化技术。110的属性让他完全压制了对方，纵是4把短刃，西门叶仍旧游刃有余。虽然在战斗上能压制对方，但内丹的速度仍旧在自己之上。看着他身后的队友，西门叶突然有了一个邪恶的想法。既然你想玩，那就玩点不一样的。抓不住你，那我就搞你的心态。一个翻身跃入那丹队友人群，西门叶开启了嘎嘎乱杀模式。果然，在看到队友被杀，那丹的确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快速朝着西门叶杀来，然而此时西门叶早已为他备好了2杆长矛。好了，今天的游戏到此为止了。这个男主不得了，本就拥有变态属性的他竟意外获得了一个增强技能，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值，还能对技能进行强化。第3轮比赛结束，那丹虽然完败，但西门叶仍旧对他赞不绝口。从这几次的战斗来看，内丹绝对算得上顶尖的超凡者了，怪不得杰拉德当不上3巨头。2个人的差距绝对不是一星半点。不过他也给了内丹提升建议，就是训练自己的肌肉，毕竟他的这个能力值还有上升的空间。结束了1天的对练，西门叶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试一试增强技能会有什么效果。在强化了分析眼后，他发现分析眼竟多出了2条属性，分别是可以通过影像媒体观测和增加可见的能力值。西门叶对着自己发动分析眼试了一下，结果发现自己多出了领导力和战术2个隐藏能力，2项能力值都是100，怪不得自己能够当上7英雄的队长。随后西门叶又强化了投掷技能，增加了一个能够回收投掷出去的物体的能力。虽然技能消耗正念，但好在实用。而最后剩下的只有不死这个技能了。西门叶有些紧张，他完全想象不出这个会有怎样的效果。随着增强技能发动，西门叶的四周居然变成了灵体状态，而且这种情况正在逐渐侵蚀他的全身。随着一道亮光闪过，
西门叶已经完全成为了灵魂体，漂浮到了半空，能够在120秒内变成用正念构成的灵体，能够无效化所有攻击，能够穿过所有的事物。西门叶惊呆了，这他喵开挂实锤了呀！西门叶兴奋地冲出房间，除了穿墙之外，他还能随意在空中飞翔，这完全就是个幽灵啊！就在西门叶准备回去的时候，一股邪恶且熟悉的感觉突然浮现，西门叶膀胱一紧，这股气息分明就是地底人。感知到对方的位置，西门叶突然笑了起来，这帮杂碎竟然还活着，这可真是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啊！西门叶朝着对方的位置猛然射出一枪，长矛如导弹般精准地命中目标。西门叶一脸兴奋，太好了，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地底人中枪了。就在西门叶准备上前查看的时候，系统突然发来提示，120秒的时间即将结束，他将回到肉体状态。他喵的，老子还没找到地底人呢！在西门叶的叫骂中，他回到了酒店里的肉体上，他愤怒地敲碎墙面，以此来发泄刚才的愤怒。就在他准备再次化为灵体前去寻找地底人时，对方的气息竟然消失了。与此同时，在一处昏暗的神殿中，一个戴着斗篷的神秘人正在训斥手下，手下腰上插着的长矛正是刚刚西门叶射出的那一柄。没错，地底人从未消失过，很快他们就会再次降临。西门叶怎么也想不到，曾以一己之力干掉的地底人，如今竟然重现人间。然而当他再次开启灵体状态时，竟发现对方的气息不见了，这让西门叶不由怀疑刚才是自己的错觉。可他刚刚丢出去的长矛却怎么也找不到。几天后，卤蛋兄弟带着萨娜来见西门叶。当初他让卤蛋送他一台 EAS 系统设备，并给他配备一个专业操作人员，而萨娜就是卤蛋给他找的那个人。西门叶用强化分析眼查看，发现萨娜的2个隐藏属性竟出奇的高，而且他的超能力能够发挥超强的专注力，怪不得此人其他属性一般却能担任3年的教练。这个人果然有点东西。他询问对方后不后悔，毕竟他的俱乐部目前只是垫底的存在。萨娜表示，换做之前打死他也不会同意，但在看了西门叶的战斗画面后，他改变主意了，把一个次级联赛垫底的俱乐部培养成世界顶级，这对他来说是个挑战，同时也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所帮助。不过他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西门叶要作为选手在1年内出战3次。当然这并非是萨娜对自己没有信心，毕竟有西门叶的队伍不可能赢不下比赛，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想让自己的感觉变得迟钝，毕竟 YSM 的选手实力都一般，他只是想在高手的顶级对决中找到灵感，而且他保证在1年内会带领 YSM 拿到冠军奖杯。西门叶思索片刻，当即答应下来。回国后，西门叶向大家介绍了萨娜，萨娜也没有浪费时间，简单的一番介绍后便开始了训练。自从有了 EAS 系统，选手们的能力值都被数据化，在实际训练中也方便了很多。虽然选手们的配合让萨娜比较满意，但他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会弄一些奇葩超凡者，比如说赵胜浩，他的各项能力值都惨不忍睹，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发展潜力。虽然他有用的超能力有很多，但这无疑会成为队伍中的弱点。萨娜的话很有道理，但西门叶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因为他的强化分析眼可以看到 EAS 系统看不到的隐藏属性。赵胜浩的领导力和战术成长都很不错，只要稍微培养，完全可以成为队伍中副指挥。在听到西门叶的提议时，萨娜也是愣了一下，但随即他又表示他会亲自尝试去指导一下对方。说完了赵胜浩，萨娜又提起了崔正明和尹范。崔正明不用说，超能力和属性值都很不错，但那个尹范真的有必要那么关注吗？萨娜感觉对方的超能力很鸡肋啊。西门叶知道萨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EAS 系统测不出尹范技能的隐藏属性，如今他的正面已经69了，只要再提升一点，他的技能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西门叶让萨娜不必担心，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走眼过。萨娜被他的自信给镇住了，他刚要说些什么，西门叶就打断了他，让我们耐心的等待几天，相信很快我们就会中大奖的。别人弃之如敝履的废物英雄，在他眼里却是个还未发光的金子。只因西门叶有一个可以看到隐藏属性的分析眼技能。来到 YSM 俱乐部已经2周半了，萨娜完全被西门叶的眼光给折服了。从日常训练中的视频来看，鲁正焕、智勋、李奈嫣、赵胜浩以及崔贺这5个西门叶选中的人，已然成为了队伍的核心。若是放在以前，萨娜绝对不会相信这几个人能成为战队的扛把，尤其是崔贺。他本以为西门叶会将他放在攻击手的位置，可在经过一段数据观测后，他发现崔贺拥有一个提升身体耐性的超能力，如果不是自己的细心，根本不可能通过 EAS 系统发现，这让他更加感受到西门叶的高深莫测。与此同时，还没觉醒隐藏技能的尹范已经开始有些气馁了。现在比他小1岁的崔正明都已经成了队伍里的主力，而他连日常的训练都快要跟不上。他一脸苦恼地询问西门叶，当初是不是他看走眼了？西门叶一脸无语，当初不是和你说了，你的超能力是会通过努力进化的，当然这里面也有赌的成分。大哥，你是在拿我的人生开玩笑吗？不然你小子以为这2年半是让你来打篮球的吗？看着一脸颓废的尹范，西门叶知道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他拖着尹范就来到了山上，路上他告诉尹范，他特意给我准备了修炼正念的方法。正念有个特点，他只有在和自己风水相合的宝地才会变得更加活跃，比如他自己，他的正念会在地下城里变得活跃，一旦进入地下城，他就会感觉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之所以这样，完全是因为他小时候在孤儿院的那场经历。他告诉尹范，每个人都有伤疤，只要能克服，他就离成功不远了。
说着，他便带着尹范来到了一个山洞。还不等尹范问清楚来这里干嘛，西门叶就一脚将他踢进了山洞。接下来的10天，你就在这里老老实实的想想你失败者的本性，还有悲观阴暗的思想。另外，把手机扔上来。如果中途被我发现你偷偷爬上来，那你就死定了。尹范一脸生无可恋，但回想自己的一生，西门叶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难道自己的人生就真的这么差劲？尹范冷静下来，不对，既然世界第一的英雄说我可以，那我一定行。集中精力感受正念的流动。就这样10天的时间过去了。当他爬上洞口的时候，西门叶对着手机监控发动了强化分析眼，哈哈，果然中彩票了。爬上洞口的尹范发现这里竟放了一个监控，还不等他抱怨，西门叶的声音就传来出来，距离下半赛季还有一段时间，在那之前熟悉好你的新超能力，因为接下来的第1场比赛将会是你第1次作为主力上场的比赛。日防夜防，老六难防，别人的战队有一个老六就够让人头疼的，而西门叶竟培养了一整队的老六。下半年的第1场联赛开始了， YSM 对战 GT 骑士。比赛一开始， GT 骑士战队就按照4-4-3的阵型分成了3队，而 YSM 这边则按照每队5人的比例分成了2队。尹范单独1人脱离队伍，看到这一幕，场外的观众全都惊呆了。要知道他们这次比赛的场地可是倒置森林，其中潜伏的扎德伦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狩猎的。此时场上 GT 骑士的4人小队已经遇到了第1波怪物，就在他们准备狩猎的时候，一道箭矢突然射了过来，来人正是负责牵制对手的李奈烟。然而这种打法在经历半个赛季之后，其他的俱乐部早就找到了破解之法。GT 骑士这次特意带来了一个拥有感知技能的超凡者，他们放弃追捕李奈烟，开始寻找赵胜浩的位置。对于李奈烟的骚，他们充耳不闻。很快他们便发现1公里的石头后面正藏着一个人，那一定是赵胜浩。GT 骑士的4人小队朝着对方的位置飞奔而去，看着一路疾跑的 GT 骑士，李奈烟会心一笑，很好，第1阶段作战十分成功。很快 GT 骑士小队就找到了藏在石头后面的人。然而当对方脱下斗篷时， GT 骑士的人全都惊呆了，怎么是坦克崔赫？就在这时，附近狩猎的队员也赶了过来，在看到赵胜浩穿着崔赫的装备时，小嘎嘎们全都明白了，自己这是中套了。赵胜浩发动物品传送，将装备送到崔赫手上，紧接着崔赫朝 GT 骑士丢出了一个背包，小嘎嘎们一脸懵逼的接过背包，这里面居然是扎德伦的种子。没错，从一开始这就是 YSM 的套路，他们派出一支队伍假装狩猎并收集种子，然后放入隔绝正念的背包，最后由赵胜浩传送给崔赫，再丢给对手。打开背包的瞬间，种子吸收到了周围的正念，开始快速生产，无数的藤蔓将小嘎嘎捆住。而接下来就该是 YSM 的屠杀时刻了。与此同时 ，GT 骑士的3人组收到了小队团灭的消息，他让另一支小队不要慌，狩猎完眼前的几只扎德伦，他们会立刻与其会合。就在光头奋力猎杀怪物的时候，他发现其中1名队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解决完怪物，光头骂骂咧咧地走了过去，然而他刚碰到对方，对方直接跪了下去。场上回荡着主持人的声音：尹范一杀。光头一脸懵逼，这他喵的见鬼了吧！此时一道黑色的影子正在悄悄逼近，真正隐藏在黑暗中的老六要现身了。当一个老六拥有了可以在影子中行走的技能，到底有多爽？靠着技能优势，尹范顺利拿到了双杀。然而就在他对付光头的时候，发现对方的反应速度出奇的快，这种情况根本不适合偷袭。在比赛前，西门叶曾指导过自己，如果遇到偷袭失败的情况，以他现在的属性很难做到正面硬刚，所以他给自己准备了2件武器，那就是弓弩和短刃。手持弓弩的尹范从影子里冲了出来，场外的西门叶一脸欣慰。弓弩的射程虽然短，但操作简单，命中率高。尹范能在看清自己的局势后立马改变战略，这一点还是做得不错的。不过即便如此，第1次上场的他也很难在1对1中占据上风。希望他不要放弃自己，只要不放弃，就一定有出路。射光了弩箭的尹范改用短刃攻击，然而就在他发起冲锋的时候，一颗小石头突然将他绊倒。看着狗吃屎的尹范，光头一脸懵逼，这他喵的什么打法？没等他回过神来，尹范赶紧钻进了地缝。他喵的真是丢死人了，能够进入自己的影子，这就是你的底牌吗？听到光头的话，尹范突然愣了一下，这个家伙好像还没搞清楚状况啊。不过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尹范再次从影子里冲杀出来。光头有些恼怒，你个老六，要不是有这个技能，早把你干死了。他喵的吃老子一刀，长刀划过，但尹范却并未躲开，距离坤巴1指的位置被砍中了一刀。光头一脸凝重，为什么他不躲开？明明可以进入自己的影子，但紧接着他便想通了，一定是他的技能有限制，不能无限使用。既然这样，那就别怪我了。此时的尹范已经快要绷不住，从一开始他就在示弱让对方放松警惕，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长刀劈向自己面门，然而一击过后，长刀竟插进了地面，砍得这么用力，刀可就拔不出来。此时的光头终于明白过来了，这小子的技能根本没有限制，他喵的就是在引诱自己。在他愣神的瞬间，尹范以持刀闪现到了他的背后。忘了告诉你了，在这里我根本不需要躲进影子里，因为这个地图本身就处于倒置森林的影子中。看到尹范完成击杀，西门叶露出了老父亲的笑容。今天的比赛还真是出乎意料了，照这个势头下去，第1的冠军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如果把全球大赛的冠军当成目标，会不会更有意思一些呢？
颗发光的石头竟然是打开藏宝室的钥匙。话说，自从萨娜加入俱乐部后，西门叶就不怎么操心战队的事情。这天，他正在家中无聊，突然一个老熟人找上门来。埃里克·图兰，最后的7英雄之一，也是被誉为辅神的帝国红星。原来图兰在得知西门叶前往帝国，便要和他见一面叙叙旧，结果在大洋中央遇险，浪费了点时间，这才追着他跑来了帝国。看着眼前这个黑脸憨憨的男人，西门叶也是感到十分亲切。图兰拥有厄运和生存本能2个技能，即便是走投无路也能逢凶化吉。这时白继虎的老婆也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看到自家男人的兄弟来了，他也显得十分兴奋。一桌子的美食加上嫂嫂的陪酒，3人吃得十分尽兴。图兰告诉西门叶，他这趟来其实还有件礼物送给他。说着，他便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块发光的石头，这是地下城回归时。看到这块石头，西门叶也是一脸震惊。在当年的超人时代，这玩意是烂大街的存在。不过现在，它可是西门叶眼中的无价之宝，因为有了它，他就能回到那个地方了。之后，图兰在这里和嫂嫂玩了2天后，便收拾东西离开了。临走时，他让西门叶有时间常去看他。送走了图兰，西门叶也开始收拾行装。白继虎一脸诧异：“一大早你这是要去哪呀？”“当然是我的秘密基地了。”不等白继虎继续发问，西门叶已经骑上了摩托，在郊外的大山里，西门叶背着行李寻找曾经的痕迹。没想到图兰这小子竟然还有这种东西，有了它，我收藏的那些魔石、兽皮以及地下城的特产就能拿出来了。一想到这，西门叶顿时来了干劲，一路火花带闪电冲进了大山中。不多时，他便来到了一块巨石堵住的山洞门口。巨石的后面隐藏着一个地下城入口，没错，这里就是西门叶的秘密基地。当年只要攻略了地下城使用回归石出来，不破坏地下城核心，就能像现在这样制造出一个空无一人的幽灵地下城。当初西门叶为了方便储存自己的战利品，特意弄了这么一个秘密基地，没想到自己还有重新打开它的机会。地下城里熟悉的气息让他感到兴奋，原本他以为自己已经适应了现代生活，但来到这里他才发现这一切都是他的错觉，地下城才是他的归宿。就在西门叶沉浸在这份喜悦中时，一股诡异的气息从他身后出现并快速消散。西门叶一脸诧异，这里怎么可能有其他生物？入口也没有人员入侵的痕迹啊！难道说……想到这里，西门叶握紧了手中的长矛，该不是地底人还活着吧？这可真是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啊！17年前被清除的地下城，如今竟再次出现了怪物的气息。虽然不知道对方是谁，但西门叶却是十分兴奋。现在的他急需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来释放体内的洪荒之力。他急速朝着地下城中间的房间冲去。就在他越过桥梁即将进入房间的时候，一道激光急速落下，直逼面门而来。西门叶止住身形，快速后撤，抬头看去，顿感索然无味。出现在他眼前的竟然是一个大号的扎德伦。虽然不是地底人，但这东西足以让自己爽一把。而且看这体型，自己仓库里的宝贝应该全被吃了吧？没错，扎德伦是一种连答辩都敢吃的怪物，同时它也是地底人的农作物。扎德伦的体内会储存正念，而地底人恰巧能从他们身上提取正念。但这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当年攻略地下城的时候遗漏了扎德伦的种子？虽然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但西门叶是个严谨的人，每次攻略完他都会把地下城翻个遍，破坏掉所有的种子。西门叶实在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但眼下还是先将它解决吧。扎德伦的藤蔓触手朝着西门叶袭来。西门叶双手持枪，原地不动便挡下所有进攻，抓住一波机会，西门叶毫不犹豫地发动了强化投掷，硬邦邦的长枪宛如一发导弹直接射向对方，伴随着轰隆声响起，扎德伦彻底倒下了。这他喵的也太弱了吧！真不尽兴。西门叶收回长矛，疯狂地在扎德伦的尸体上输出，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宣泄他心中的不快。1个小时后，西门叶将种子全部清理干净，同时他还留下了一颗当作纪念。来到仓库内部，西门叶发现这里果然被对方吃干净了。不过这里还有一间扎德伦永远无法打开的房间，那就是保管地下城核心的石室。当初西门叶特意在这里施展了封印，并将魔石存放在了房间里，看样子门没有破坏的痕迹。西门叶推门而入，然而下一秒他就亚麻呆住，房间内除了核心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东西。魔力石对于人类来说就是发光的石头，但对地底人来说就是犹如石油和煤炭的存在。难道这里真的有地底人存在？就在这时，西门叶的膀胱突然扫到了地上的一件东西，这不是我的枪吗？在确认这就是自己的武器时，西门叶突然想明白了，当初在 B 国发现的绝对不是错觉，那个地底人一定是逃到了这里，这可真是……一番观察后，西门叶似乎明白了一切。如果猜的没错的话，地底人一定是在这里饲养扎德伦，这间石室应该也设置了报警装置。就在这时，一股诡异的气息突然从他身后浮现，转头看去，一个披着斗篷的神秘人出现在血色之中。见此一幕，西门叶兴奋地大笑起来：“该死的地底人，你们果然还活着！”消失了17年的地底人居然再次出现。西门叶做梦都能把自己笑醒。回归地球近1年的时间，西门叶太渴望曾经攻略地下城的感觉了。地底人的等级是按照正念颜色区分的，眼前的这只3级红色正念地底人正合西门叶的胃口。在看到西门叶戏谑的表情时，地底人发出一声咆哮：“低贱的人类，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西门叶发出一声鬼笑：“低贱的人类，如果我告诉你，你们的文明正是被你口中的低贱人类毁灭的，你会是什么心情呢？不过话说回来，人类可要好好感谢你们了，因为你们曾经是我们的猎物，就像你们采集扎德伦一样，人们用狩猎换来的钱吃喝享受，可真是让我们赚麻了。”听到这里，地底人再也绷不住，红色的正念幻化成一条条蟒蛇出现在他身后。同样，西门叶也举起长矛做出战斗姿态，一条条蟒蛇急速朝他袭来。然而一声爆炸过后，西门叶的身影不见了。知道吗？你们圣地的核心可是我见过最大的一颗呢。西门叶游走于对方周身，手中长矛不停发起抽送。地底人拼命用正念进行格挡，但此刻他的脑海里更加震惊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圣地的主核心从来不会向外人展示，就连低等的地底人都看不到。为什么这个人类能够知道这些？看到对方一脸懵逼的模样，西门叶咧嘴一笑，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可是17年前摧毁最后地下城的西门叶。听到这个名字，地底人顿时怒不可遏。西门叶可是他们族人的仇敌，他疯狂地朝着西门叶发起进攻。然而西门叶要的就是这种感觉，长矛宛如自身的坤巴，肆意在对方身上输出，时而旋转，时而抽送，灵动的长矛好似一发导弹，直接将地底人钉在了墙上。西门叶漫不经心地朝对方走去，真是令人失望啊！没想到你的攻击如此单一。发动分析仪，对方的属性的确很辣，而且身份只是个探查。没错，地底人没有名字，他们只会用职责来确定身份。探查是用来寻找能够获取正念场所的地底人，类似与斥候一样的角色。抓住地底人胸口的长矛，西门叶用力一捅：“你的残党都在哪里？”在圣地战斗的白色正念地底人挺有意思的，你们还有那样的人存在吗？哦，对了，他的名字好像是大祭司是吧？地底人咬牙切齿地看着西门叶，你还真是个傲慢的人类。不过你马上就要去见我们的先祖了。伟大的太古之光曾预言过，先知已经降临在这片土地了，他将会引领我们走向光明。说话的同时，地底人已经发动了自爆，爆炸声响彻整座地下城，浓烟散去，他已彻底化为了一具只有微弱意识的交谈。在看到化为灵体的西门叶时，地底人变得格外兴奋。伟大的先知，您是来带我前去光明的吗？西门叶一阵烦躁，你他喵的脑子烧坏了吗？赶紧给我去死！一个连核弹都带不走的男人，究竟还能有什么烦恼？西门叶本想将这座地下城改造成今后的住所，却没想到被突然出现的地底人给搞得乱七八糟。看来自己这辈子就注定要和嫂子住一起啊！不过让西门叶感到奇怪的是，对方口中的太古之光还有先知到底是什么鬼？难道已经有完成灵魂觉醒的先知了？他记得17年前在攻略地下城时也听地底人说起过，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为什么地底人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覆灭？而且就算出现了先知，想要复兴地底文明也不容易吧？当年他可是将地下城的魔石全都破坏了，而且根据当时的研究人员所说，地底人的核心圣城至少要1万年以上才能建成。抛开其他不说，光这时间他们都耗不起。看来刚才的地底人就是苟延残喘下来的一笔探子。想到这里，西门叶有些失望，他本想和对方酣畅淋漓的大干一场，结果从那个地底人身上感受到的只有绝望和畏惧。换做以前，他们在自爆时会召来同伴帮忙，但这次他好像连召唤的精力都没有了。西门叶虎躯一颤，索然无味，看来还是回家吧。就在西门叶离开不久，地下城突然再次传出亮光，一个地底人来到了房间内，看着满地的尸体，对方长叹一口气，真是可惜了这只扎德伦。不过更有意思的是，那个西门叶居然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将那个家伙碎尸万段。就在这时，一个白发男人走了上来，遵命，3代大人。另一边，白继虎在看到西门叶这么早回来，调侃他是不是去爬山了，有没有给自己带点野山参。西门叶淡淡扫了他一眼，随即递给他了一个瓶子。这玩意现在值多少钱呢？白继虎一脸懵逼的接过瓶子，下一秒他竟惊住了。你从哪里弄来的扎德伦种子？西门叶漫不经心地说道，这是我在仓库发现的，就顺手带来回来。白继虎一脸冷汗，难道你不知道这东西可以毁灭一座城市吗？知不知道除了战火风云外，城市内99%的人都已经是普通人了。无所屌味，反正我会出手的。你就说这玩意现在能卖多少钱吧。据我所知，现在这个时代应该还有研究地底文明的机构吧，我只不过是想为他们的研究做一点贡献，顺便换点钱花花，不至于这么紧张吧。白继虎一脸无语，机构倒是有一家，恐怕这件事你得去找我们的大哥了，因为这家机构是世界战火风云协会，这是一个只能远观不可亵玩少女，只要提起她的名字，必定有人恨得牙根痒痒。经过西门叶调教的李奈烟在牵制对手方面很有天赋，那溅出汁水的表情加上骚到极致的动作，让每一个和他交锋过的对手都想要将他原地正法。看着李奈烟的属性面板，西门叶感到十分欣慰。虽然他不经常来俱乐部，但李奈烟的进步却很大，而且他的战术成长也很高。只要将他的各个属性提升上来，相信他也能成为内丹那样的香饽饽。等他真成了 YSM 的招牌明星，自己就能大捞一把。毕竟从目前的比赛来看，有1半以上的观众都是来看他的。和他相比，瘾犯的粉丝就少得可怜。作为一个老六，他只会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才会从影子中冲出来。观众还没看清，他就再次回到影子中。在赢下最后一场常规赛后，YSM 顺利进入了季后赛。白继虎也来到现场为西门叶祝贺。
同时他告诉西门叶，自己这次来是代表世界协会申请回收扎德伦种子的。西门叶一脸鄙视，当初你还大惊小怪的，没想到协会的人来得这么晚，我还以为你们不收呢。白继虎有些尴尬，立马转移话题。如今的 YSM 可谓是如日中天呐，但季后赛的队伍可都不简单。他询问西门叶有信心拿到冠军吗？西门叶咧嘴一笑，这种板上钉钉的事情以后就不要问了。西门叶的自信让白继虎感到诧异，莫非你还有隐藏的秘密武器？你就看好吧。此时 YSM 的主教练萨纳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主持人问他接下来的季后赛有何打算。萨纳淡淡瞥了对方一眼，表示冠军奖杯非他们莫属。主持人也为萨纳的自信感到诧异。萨纳向他解释，在来国之前，他们的老板已经和他完成了一项约定。坦白说，这让自己对其他的竞争队伍感到抱歉，因为他们的老板西门叶答应他会在1年内参加3场比赛。听到这里，白继虎的眼睛都快要惊掉，你他喵的这不是开挂吗？一表最强英雄来参加新人英雄格斗比赛，这他喵的不就是来虐菜的吗？西门叶作为俱乐部的老板，队员们也不好意思说他什么，被迫接受了这个躺赢的现实。随后萨纳开始向众人安排作战计划。季后赛第1场的对手是排在第3位的 ICBC。 针对 YSM 的老六战术，他们在上一个转会期招募了一个拥有追踪超能力的选手韩胜业。尽管他的各项属性不出众，但他的技能却能指定5名对手进行追踪，这个技能完全限制了尹范和赵胜浩的行动，只要看上一眼，虽然不会爆炸，但两人基本算是废了。而且在战斗中，对手的这个技能可以让他们优先掌握战袍。西门叶让大家不用紧张，他已经想好了对策。这次比赛由赵胜浩和他一组，因为他有件事想要试一下。很快就到了比赛的日子，经过这段时间的网络发酵，西门叶参赛的事情已经成为了全球热议话题。曾经无人问津的国次级联赛，如今也成为了世界的焦点。一出场，西门叶就感受到了观众的热情，这该死的人气值真是无处安放啊！平日寡言的四眼都有些看不下去了。老板，咱要点逼脸行吗？双方对手赛前见面 ，ICBC 的选手清一色的苦瓜脸，这感觉就像是吃了一坨连汤带水的大便。相反 ，YSM 这边却都是一脸春风得意，因为老板的加入，这把绝对是躺赢。西门叶一上来就发动了分析眼，果然没有一个能打的。比赛开始，赵胜浩依旧是寻找安全地点，只不过这次他多戴上了一个望远镜。随着倒计时结束，所有人都按照计划冲了出去，唯独西门叶还在原地做着热身运动。另一边 ，ICBC 战队的6人小队已完成了第1波狩猎。从一开始，他们就在利用韩胜业的技能追踪西门叶等人的位置。他们的计划是尽量拖延比赛时间，通过狩猎来缩小与西门叶的差距。在战火风云系统中，收集狩猎点数可以提升正念和能力值，只要灵活运用这个机制，就能缩小选手之间的差距。如果一开始和西门叶对抗，他们很快就会战败。ICBC 为了减少碰上西门叶的机会，减少了近战输出，增加了远程输出，并采取在远处追踪李奈嫣、赵胜浩还有尹范，优先解决牵制小队的策略。当然，这里需要2个必要条件：第一 ，YSM 使用牵制战术；第二，在完全发育前不能遇上西门叶。此时油头小嘎嘎的正面已经变成了紫色。就在他们以为这把稳了一半的时候，一道枪芒猛然袭向面门，小嘎嘎侧脸躲过，但他身后的韩胜业却被捅了个透心凉。众人全都惊了，西门叶连出生点都没离开，就实现了远距离投掷。嘿嘿，这招很成功嘛？没错，超远距离投掷加上武器回收技能，让西门叶足不出户就能实现通杀。而负责给他传递视野的正是手持望远镜的赵胜浩。用别人的膀胱投掷自己的长矛，这波借鸡生蛋玩的是真的溜。不明真相的小嘎嘎全都是一脸懵逼，油头男一脸慌张的询问第2小队在哪，可接到的消息却是他们遭到了西门叶的偷袭。小嘎嘎绝望了，连人都看不到，这他喵的还玩个毛！没错，这是西门叶新研究出来的战术，利用赵胜浩的视野来完成自己的击杀。起初训练的时候，西门叶总是找不到准头，毕竟这里面有距离、风力以及角度等诸多因素在影响。但很快西门叶便找打了感觉，就好比2个人打扑克，即便不开灯也能实现精准制导一样。靠着这一招，西门叶在场上嘎嘎乱杀，感觉这东西就像是一道开胃小菜，让人越吃越上头。萨纳对这一招的评价是惊为天人，无与伦比。没错，在看到西门叶的表现时，白继虎彻底懵逼了。要说闭眼投掷他还能接受，可回收武器是个什么鬼？跟着小叶这么多年，可从来没见过他用这一招啊！此时场上的 ICBC 成员已经快要哭了，不仅要防着西门叶的长矛偷袭，就连他们即将狩猎的怪物也时不时的被西门叶抢走。只要被他锁定的东西，就没有不被刺穿的。关键是他还越杀越上头，油头男绷不住了，我们还是赶紧先撤退吧。可就在这时，一道长矛猛然射出，油头男拼尽全力用盾牌挡下，长矛狠狠地插在了地上。小嘎嘎们松了一口气，好险，差点就死了。然而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在阳光的折射下，长矛的前方出现了一段阴影。另一边，西门叶将尹范叫了过来，
你这个当老六的不能总看着吧？没错，西门叶正是利用武器制造出的阴影将瘾犯传送过去，准备好迎接一个老六的狂欢了吗？与此同时 ，YSM 战队的其他队员也都已经发育完全，而接下来的这场战斗，哪怕是西门叶不再出手，也绝对毫无悬念。比赛结束，西门叶毋庸置疑成为了全场的 MVP。在全场的欢呼声中，西门叶来到了休息室。萨娜表示，这场比赛带来的视觉冲击很足，观众们的反应也十分热烈。西门叶呵呵一笑，既然这样，那就结束表演吧。从现在开始，我要认真了。猎菜这件事就像是一道开胃小菜，让人越吃越上头。YSM 和 ICBC 的第2场比赛是在千桥城，这是一个由无数桥梁组成的圆柱塔，但其中有些桥以采救塔，还有一些是幻象，这就需要选手们万分谨慎才可以。同时，它也是有着新人粉碎机别称的地下城。比赛一开始 ，YSM 战队的全体人员就与魔兽展开了厮杀。亡灵蜘蛛能用蜘蛛网猎杀活体，并将其变成蛹后转换成僵尸使用。怪物还原的逼真程度让西门叶不禁想起曾经在地下城里的日子。在看清眼前怪物的数量，西门叶让小队成员对付较弱的僵尸，而8只亡灵蜘蛛全部留给他。说罢，他便发动强化投掷，8杆长矛夹在指尖，双手同时用力，长矛仿佛长了眼睛一样，精准地朝着8只亡灵蜘蛛射去。爆炸声、惨叫声以及汁水四溅的声音回荡在地下城中。西门叶越杀越兴奋，这把自己的队员都给看懵了。老板该不是吃药来的吧？只是用了2分半，周围的怪物全被一扫而空。放眼整个战火风云竞技，这个速度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西门叶把赵胜浩叫过来，让他使用正念传递，将自己的正念分给其他队友。就在这时，一个暴喝突然传来：“举起手来，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老板怎么办？他们把我们堵在桥上。黄毛也是一脸兴奋，看你们如何逃出去。弓箭手给我上！这一幕把西门叶彻底看笑了。你们这群蠢蛋竟然能想出这种作战计划，倒是辛苦你们了。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尝尝自由落体的滋味吧。小嘎嘎一脸懵逼。此时西门叶正在发动武器回收，刚刚射出去的长矛还没来得及收。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长矛会以之前射出去的速度返回，这必然会破坏周围的建筑。果不其然，包括自己的队员，所有人的脚下都出现了破碎，一同朝着圆柱体的深处坠落。没错，从一开始西门叶就已经计划好了。这座地下城的构造他早就熟记于心，所以在回收长矛之前，他就让队员们站在了安全位置。YSM 的成员全都掉在了真桥上，而 ICBC 的小嘎嘎们不是落在幻象上，就是碰到一摸就碎的假桥。不过只看他们自由落体，并不能让西门叶惊醒，他要在他们全部落地之前杀掉6名成员。西门叶宛如杀神俯冲下去，一枪一抽送，带走小朋友。短短的2.5秒，他已完成了4杀。场外的众人全被这一幕给看惊了，这他喵的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5杀之后，西门叶将长矛瞄向了最后一个落下的小嘎嘎，长矛插入胸口，西门叶脚踏小嘎嘎从天而降。呵呵，最后这招人体冲浪就问你们爽不爽？一枪一个小嘎嘎，这个男人已经杀疯了。ICBC 战队的6名成员像是没开包的山楂一样被西门叶串了糖葫芦，余下的5人全都绝望了。这他喵的是头恶魔吧？手起枪落，纵享丝滑，西门叶以雷霆之势横推众人，从开始到结束，甚至都没有脱裤子的时间长。西门叶就独自完成了11杀，这样的成绩放在世界联赛上也是相当炸裂的存在。观众们沸腾了，这张门票绝对是他们有史以来买的最值的一次。比赛结束，李奈烟兴奋地跑去向他祝贺，西门叶一脸无所谓，猎菜有什么了不起的？哪怕是在慈善比赛上的 BE 联队不也一样被我虐成狗吗？李奈烟一脸冷汗，你是爽了，可 ICBC 的那群家伙心态可是崩了。西门叶告诉萨娜，接下来的比赛他就不出场了，反正对方已经被他搞没了斗志，如果这样再赢不了，那就回家洗洗睡吧。很快季后赛的第1场比赛结束， YSM 以3连胜的绝对优势完胜。随后在季后赛的第2场比赛中，同样的配方再次上演，西门叶用绝对的实力向世界诠释了谁才是地表最强。卤蛋兄弟更是放出消息，哪怕是倾家荡产，他们也愿意将他买过来。与此同时，在 C 国的 L 市，曾经的7英雄之一钢铁军团的总教练艾姆雷卡萨也沉不住气了。在无数个战火风云俱乐部中，存在着3支顶尖队伍。第一便是卤蛋兄弟经营的欧洲火花，他们以内丹和基奇为中心，选手阵容十分豪华。其次就是以杰拉德为核心的机动枢纽，最后便是由卡萨领导的钢铁军团。同时他们拥有3巨头之一的丹尼尔曼斯，时常以完美的战略碾压对手。在这3支队伍中，卤蛋兄弟所经营的团队与卡萨带领的战队是欧洲联赛渊源深厚的对手，可以说谁拥有西门叶，谁就能问鼎冠军奖杯。卡萨找到老板，将自己的想法说给对方听，然而老板却是一阵头大。作为老板，他一向尊重卡萨的每个决定，但他和西门叶之间不和也是世人皆知的事情。没错，在17年前，西门叶与卡萨经常因为一些作风问题吵架，其他的队员们都已习以为常了。老板告诉卡萨，西门叶那头犟驴是没人可以驯服的，更别说卡萨还是队伍的总教练。他让对方冷静一下。钢铁军团虽然是千年老二，但也是世界的顶尖队伍之一。然而卡萨却不乐意了，
噼里啪啦的列出了一大堆数据和道理。老板被他说的一阵烦躁。行了，你直接说要多少钱吧。卡萨一脸严肃，想要从卤蛋那里抢到人，我们至少要准备1亿8千万欧元。听到这里，老板再也绷不住了，你他喵的看我值不值1个亿？从扭扭捏捏到大开大合，西门叶已在观众的欢呼声中迷失了自我。原本只答应萨纳1年出战3次，可如今每场季后赛都有他的影子。身为主教练的萨纳都有些看不下去了。老板，咱要点闭脸行吗？我还想着通过比赛训练队员呢，你一出生就通杀，还让我玩个毛线啊！尽管这样说，西门叶还是贱兮兮的表示他在玩最后一把。就在两人还在相互扯皮的时候，东俊弱弱的举手汇报，表示最近他收到了很多转队申请。西门叶一脸无语，这种事情还用汇报吗？当然是全部拒绝啊！老板，人家要的可是你啊！听说转会金额有1000亿呢。听到这个价钱，萨纳都有想将西门叶卖了换钱的冲动。有了这笔钱，应该能买些好队员晋级欧洲联赛了吧？西门叶一脸无语，欧洲联赛，我们不应该是进军世界冠军联赛吗？萨纳摇头表示根本不可能。哪怕是老板的实力，也只能在 A 国通杀对手。在世界级的比赛中，他是不可能完成单杀11人的。西门叶虽然有些不服气，但也不敢保证。当初他可是见识过奈丹的实力，如果真有11个这种实力的人存在，自己再强也不一定能赢。西门叶问他，如果招募一些外籍队员，应该就可以了吧？萨纳一脸无语，外籍队员谁来这种队伍啊？房子、车子以及票子，任意缺少一样，人家都不可能答应。而且现在外国好的选手都已经签约了，最多只能引进一些还没出名的潜力股。即便如此，A 国联赛的发展可能性也很低，除了自己这个冤大头，几乎不可能有人愿意来追。听到这里，西门叶沉默了，看来还是得去寻找一些有潜力的选手培养才行。季后赛结束后，西门叶将萨纳和东俊叫到办公室。如今队伍里的7名主力已经成型了，他想要招募1名速度较快的副坦克，还有尽可能多的近战输出，更重要的是实力不错的远距离输出。里内烟的表示很出色，但是伤害不够，如果有一个火力更强的输出，战队的劣势就能弥补。说着，他拿出一份名单递了过去，表示接下来他在转队期间说服他们入队。萨纳端起名单看了起来，东俊也好奇的从后面瞄了一眼，但下一秒他竟愣住了。老板，你是认真的吗？你真的要引进那个人？自从有了萨纳的加入，西门叶在管理俱乐部方面就轻松了许多，甚至连队伍里补充的职业他都给西门叶规划好了。不过西门叶也有着自己的想法，经过对季后赛的观察和对选手的评价，西门叶制定了一份专属的选手名单，其中共有29名队员。西门叶想在冬季转队市场上将他们全都抢过来，并让自己选出的队员成为战队的主力。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西门叶去的第一所学校就碰壁了。胖子告诉他想要的2名选手，其中一个被双星豹牵走了，另外一个已经退隐了，因为人家年纪轻轻就靠着父母留下来的房产实现了财富自由。西门叶一阵无语，转身就要离开。然而就在这时，胖子叫住了他，表示他这里还有一个叫做永明的学生，是去年毕业的，只不过这小子现在已经放弃战火风云，处于迷茫之中，而且他听说现在他正和一群坏小子混在一起。西门叶一阵烦躁，你当我这里是回收垃圾的吗？胖子告诉他，永明的天赋其实不错，之前也是打近战输出的位置，他能看得出永明和那群小混混不一样，他不想让他就这么荒废掉。西门叶思量片刻，不就是让我教训这小子一顿，让他重新回到战火风云吗？既然这样，那就说位置吧。很快西门叶就从一间网吧里见到了永明，和胖子说的一样，这小子的属性成长还可以，但就是一直没训练起来，看来是荒废了太长时间了。为了不让别人认出自己，西门叶特意戴上头盔和对方打招呼，没想到和他一起的小混混不乐意了，你他喵的谁啊，戴个破头盔在这里装什么装？西门叶也没惯着他，直接上去就是一套军体拳。见有人找事，混混的同伴掏出了水果刀，准备上前给大哥报仇。可就在这时，永明突然认出了西门叶的眼神，他刚要制止同伴，可为时已晚。就这样一顿劈头盖脸之后，小嘎嘎们全都放倒。他摘下头盔，大步走向永明。小伙子，我们来谈谈吧。此时在网吧的拐角处，一个戴着白帽子的少女正拿用手机对准了西门叶。老铁们出大事了，教训小混混的头盔男居然是西门叶。这个爬行少女为了直播点刺激的东西，竟连内裤都给跑丢了。不过付出总有回报，西门叶暴揍小混混的画面全被直播了出去。在打完一套军体拳后，西门叶的心情舒畅了许多。他问永明要不要加入自己的俱乐部，谁料这小子油盐不进，还如无其事的坐回电脑前准备再开一把。他可不信西门叶会因为自己不加入战火风云就打自己，可他终究还是错付了。再次挨了一顿毒打之后，西门叶拖着他就要带他去个没人的地方。然而就在这时，西门叶看到了在地上爬行的少女，你他喵的是在偷拍我吗？趁我没发火赶紧删掉。女孩表示这不是偷拍，是直播。西门叶一脸懵圈，自从回归地球，这些先进的东西他都还没接触。他好奇地走上前去查看，直播间里全都是带节奏的。见西门叶露脸，有人直接刷了1000个星星糖果，这可把女孩激动坏了，直接现场尬起了舞。这把西门叶都给看傻了。现在的年轻人都退化到这种地步了吗？
随后他从女孩那里了解了一些直播的事情，并站在直播间前隔空喊话：今天的事情只是为了教育失足少年，他已经向当事人取得了谅解。如果让他发现屏幕前的记者敢在新闻里乱写，他一定会顺着网线找到对方，好好教育一下他。交代完这些，西门烨赶走了女孩。他质问永明为什么不想参加战火风云，永明一脸委屈，说起这件事，那可真是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从小爸妈早恋，自己一个人照顾爷爷坐月子，还要打工挣钱供奶奶上学，关键是自己的老爸沉迷于打牌喝酒。西门烨绷不住了，你他喵的能说人话吗？看着西门烨凶恶的眼神，永明再次娓娓道来，其实他也渴望成为战火风云选手，他还是青少年选手的时候，一次老爸喝醉酒不小心把家给点着了，爷爷奶奶差点凉了，为了守护爷爷奶奶，从那开始他就放弃当选手了。然而曾经和他一起比赛的同伴们如今都成了职业选手，自己看到他们是又痛苦又羡慕。永明委屈地诉说着过去，然而话才刚说到一半，西门烨再次将他提了起来。他喵的，你小子的戏怎么这么多？老子就问你一句话，你当不当选手？我愿意，但我有个条件，请你帮我教育我的爸爸，让他从此以后不敢喝酒。西门烨心头一惊，卧槽，你可真是个大孝子，就不怕把你爹给笑死呢？喜欢打牌酗酒的父亲生了一个大孝子，为了帮助自己戒酒，竟找人来教育自己。西门烨采取的方法也很直接，那就是用酒瓶教他做人，让他从今往后见到酒瓶就害怕。相比于永明，西门烨招募的第2名选手就听话多了。金正树拥有一个再生和牺牲的技能，作为坦克，肌肉值虽然不高，但好歹上限也有80了，加上91的意志力、81的敏捷以及88的耐力，这些属性完全符合萨纳教练想要的敏捷型坦克。按照常规招募流程，西门烨询问对方认为自己的优点是什么，金正树也不谦虚，表示自己气大活好。西门烨乐了，问他想不想来他们俱乐部。本以为还要继续忽悠一番，没想到金正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毕竟西门烨培养出爆款英雄的事情已经人尽皆知了。与此同时，东俊还在诧异老板为什么要将那个人列入候选名单。萨纳一脸懵逼，这有啥问题？那个选手虽然心里有些问题，但能力值还是不错的。说到这里，东俊一脸愁容，你是不知道他和老板的过节啊。没错，让东俊犯愁的候选选手正是之前被西门烨暴揍过的沈英修。白继虎在接受西门烨的提议后，便将他踢出了国家队。恼怒的他整日借酒消愁，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此时西门烨已经盯上了他。对付他，西门烨依旧是大棒加甜枣。他表示现在的他已经被国家队踢出去了，用不了多久身价就会暴跌，名声也会越来越臭。不过他会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那就是加入他的俱乐部。沈英修当场怒了，他喵的就是你害得我被踢出国家队，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吗？西门烨反手就是一巴掌，你小子说话怎么没大没小的？劈头盖脸的又是一阵胖揍，沈英修彻底老实了。西门烨告诉他，没事要多和他搞好关系，他只要在白继虎那边说上一句话，他就能让对方回到国家队。他奉劝沈英修不要有别的想法，在战争时期曾有个比他还要恶劣的惹事记，最后经过他的调教，如今已成为了 S 国的英雄。如果想实现自己的冠军梦，还是老老实实跟着自己混才是正道。说完这些，西门烨丢给对方一张名牌便离开了。然而当沈英修回到家后，父亲竟直接让他加入 YSM。 他一脸诧异地询问父亲，您不是讨厌西门烨吗？还有那个白继虎，你们不是一直都不和吗？父亲语重心长地说道，我怎么会讨厌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呢？之所以反对白继虎，我只不过是不想看到拯救世界的英雄被骂。作为一个教练，白继虎的能力的确让人怀疑，但如果西门烨能通过他对国家队进行干预，我是十分欢迎的。而且现在的 YSM 俱乐部拥有萨纳教练，这可是当初国家队请都请不来的大神。沈英修懵了，可是西门烨很讨厌我呀，你送我去 YSM 就不怕绝后吗？父亲呵呵一笑，知道吗？当初秀兰和卡萨也和他关系不好，但最后还是一起攻下的最后地下城，甚至他还为此付出过生命。西门烨的格局远比你想象中大得多，加入 YSM 吧，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完成蜕变。忙活了2周半，就只招收了3名选手，其中2个还他喵的是问题少年。萨纳越来越看不透自己的老板了，尤其那个永明，他实在看不出对方有什么优点。事实上这也不怪萨纳， ES 系统只能测出选手的实时数据，根本看不到他们的上限。西门烨让他耐心点，毕竟对方颓废了1年，需要时间来恢复。不过话说回来，这几个选手还是有点少，西门烨也没招了。现在 A 国有潜力的选手都被牵走了，而且有的已经定型了，根本无从下手。萨纳让他没事出国去看看，毕竟战火风云比赛时允许有5名外援。忙活了1天回到家，结果发现白夏言回来了。经过这段时间的历练，白夏言的各项属性都有所提升。看来卤蛋兄弟对于培养白夏言还是下了功夫的。更让西门烨意外的是，白夏言的领导力和战术成长都很高，看来他挺适合做队长的。就在这时，白继虎突然回来了，还没来得及收起技能的西门烨膀胱扫了对方一眼，
领导力51，战术62。西门叶彻底无语了，怪不得国家队被他培养成这个熊样，感情都是有原因的。他长叹一口气，让白继虎以后不要那么辛苦，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尽力了。白继虎被说得一脸懵逼。随后众人在吃饭时提起了西门叶招募选手的事情，白继虎告诉他，如果想找外援可以去 T 国看一下。听到这里，白夏言一脸兴奋，他表示如果叔叔要去 T 国，他也跟着。而且他听说 T 国的超凡者都是叔叔的粉丝，那里是用长枪的人数高达70%。夏言的话让西门叶心情大好，当即答应了带他去 T 国的请求。听到这里，白继虎的心都凉了。小叶这次该不是又要让自己留下看家，然后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出门吧？夏言让他不用担心，这次他打算单独和他叔叔一起。就这样，两人乘坐飞机来到了 T 国。刚出机场，西门叶就发现有人在接他。提姆尔，曾经和西门叶战斗过的超凡者，虽然最后没能列入7英雄，但实力也是排在前20位的存在。西门叶也没想到对方能亲自来接他。提姆尔表示自己是从新闻上看到的，而且现在他可是 T 国的协会会长，手下还经营了一家俱乐部。在听说西门叶要选拔外国选手，他立马邀请他先去自己的俱乐部挑一挑。西门叶也没有拒绝，随即便跟着他前往了俱乐部。然而就在他们刚到俱乐部门口的时候，一道枪芒猛然射出，西门叶急速闪避，但下一秒一个曼妙身影就冲杀上来，几番闪展腾挪，西门叶与其拉开距离，定睛看去，竟是一个长发妹子。你就是西门叶吧？我是萨尼亚，你能和我对练一下吗？是什么原因让男人只看了女人一眼，就立马坚定地表示一定会对她负责到底？话说西门叶刚来到 T 国就遭到了妙龄少女的偷袭，结果还不等他反应过来，对方的头就被提姆尔揍出了个蛋。原来这个叫做萨尼亚的女人是提姆尔的女儿。听到这里，西门叶整个人都懵了。你确定做过亲自鉴定了？提姆尔让他别闹，白继虎都能生出那种女儿，自己为什么不行？西门叶不可置信地看向萨尼亚，在发动分析眼之后，他整个人都愣住了。萨尼亚的各项属性成长出奇的高，而且更变态的是，他的肌肉强化技能居然可以提升40%的肌肉。西门叶倒吸一口凉气，在他认识的女性当中，这个女人的属性仅次于秀兰的天赋，她已完全超越了夏言的潜力值。如果能够被完全开包的话，就能和内丹和基奇那样的怪物选手并肩了。他上前询问对方主打的位置是什么，萨尼亚回答说是坦克。西门叶笑盈盈地看着胯下勒痕，听说你想和我打一架，那就拿上你的装备来吧。随后两人各自进入虚拟舱，来到了竞技场。和西门叶一样，萨尼亚使用的武器也是枪与盾。在看到对方撅起屁股的那一刻，西门叶恍惚间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萨尼亚暴喝一声，手中长矛猛然投掷出去，仅是眨眼功夫就已经贴近西门叶的面门。他微微侧头，长矛擦面而过。通过刚才的一击，西门叶推断出对方使用了肌肉强化。目前他的肌肉值是72，使用技能后提升到了101，这个能力值就算没有投掷系的技能也足够强了。就在这时，萨尼亚再次发起冲锋，长矛在他手中不停挥舞。西门叶一边闪躲一边分析，对方的肌肉值上限是87，使用肌肉强化后直接可以提升到12，这个数值完全超出了西门叶的预想，而且对方的近战实力也不错。在对萨尼亚有了一个简单的评估后，西门叶发动了反击，挡下长矛的瞬间，西门叶急速朝着勒痕位置俯冲过去，手中的长矛宛如灵动的昆巴，朝着对方双峰的位置快速抽送。萨尼亚惊呼一声，急速扭动身体与其拉开距离，嘿嘿，没有选择格挡，而是往后躲。看来是对盾牌的控制不够熟练。没错，因为坦克为要吸收伤害，所以比起武器，一般人更擅长使用盾牌。然而西门叶使用盾牌的原因有2个，第一是以自己优秀的技术能力值为基础，来预判对方的攻击，以此挡下所有伤害。第2个原因就是出于对自身的客观认知，他知道自己虽然相对于其他坦克更加敏捷，但力量稍有不足。换句话说，西门叶的武器搭配不是最完美，但却是最适合他的。然而这种风格并不适合萨尼亚，对方的肌肉值很高，只要提升盾牌熟练度，也算是个很不错的坦克。但是他的敏捷和速度也很高，穿重装确实有些可惜。继续维持现在的风格，就浪费了肌肉强化这么好的技能了。想到这里，西门叶也陷入纠结，是该让他继续成为坦克，还是把他培养成攻击手呢？不过眼下还是先解决这场战斗再说吧。西门叶身形闪动，快速袭向对方，手中长矛狠狠抽送下去。这次的萨尼亚已提前做好防御准备，他势必要用手中盾牌挡下西门叶的致命一击。然而他还是低估了对方的实力，长矛抽送之下，盾牌瞬间被击飞，西门叶粗壮的大手径直朝着双峰袭去。萨尼亚猝不及防，整个人被按在了地上，浓烟散去，西门叶的拳头停在了面门之前，而他也仅是被割破了一丝包皮。看着躺在地上的傲人双峰，西门叶邪魅一笑，最后一击我可是放水了哟。比赛结束，西门叶对萨尼亚的表现十分感兴趣，他询问对方的战斗风格是不是他父亲教的。
萨尼亚表示自己的力气很大，所以他父亲就让他成为坦克，而西门叶又是所有坦克的偶像，所以他才有现在的战斗风格。西门叶一脸无语，自己使用盾牌和长矛是为了将力量分散到两侧，从而为随时躲避和反击做准备。而萨尼亚的肌肉值很高，在使用盾牌时会用力过猛，导致行动僵硬，难以快速攻守转换。他表示现在的风格并不适合对方，想要发挥全部优势，就要放弃盾牌，改用双枪做近战输出。然而西门叶的话没说完，萨尼亚直接扭过头表示他不要。西门叶的暴脾气顿时就上来了，自己的话居然还有人不听。提姆尔见状赶忙上前叫他冷静，和西门叶相处了2年半，他可太了解他的脾气了。他让西门叶冷静下来，女儿之所以会拒绝他，是因为他太不懂女人心了。要知道他可是女儿的偶像，和偶像使用相同的装备是他一生的追求。西门叶直接一脚踢了过去，我他喵的怎么没见哪个艾坤整天背着个篮球啊？提姆尔委屈巴巴地看着西门叶，这个孩子把你当榜样努力了10几年，请你不要伤害他的这份心意。听到这里，西门叶顿时愣住，才10几年就有这么高的能力值了，这简直就是我的超级种子选手啊！他一脸激动地上前抓住萨尼亚的肩膀，萨尼亚，我会对你负责的，要不要和我一起追国呀？身后的夏言一脸惊慌，2个女人6个洞，一根坤巴到底怎么用啊？为了得到这个妹子，男主竟不惜放弃1亿天地银行。话说西门叶在第一次见到萨尼亚时，便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番交手过后，西门叶更是坚定了将他收入麾下的决心。然而萨尼亚却直接一口回绝了他，只因他听说最近世界联赛在向西门叶抛橄榄枝，如果西门叶放弃夺去了世界联赛，那么自己加入对方的俱乐部还有什么意义？与其这样，他还不如用他父亲的关系进入欧洲联赛。对方的拒绝让西门叶开始重新思考对方的价值。萨尼亚是个能干且潜力巨大的选手，1个亿的转会费固然可以帮他解决很多问题，但只要自己对萨尼亚进行深入浅出的培训，日后他也可以帮自己赚到1个亿。想到这里，西门叶立马表态，他告诉萨尼亚自己不会去欧洲，即便以后会去，也是牵着对方的手一起。听到这里，萨尼亚顿时展颜一笑，那我们就约好了，你可不能像其他渣男一样把脸无情。就这样，萨尼亚跟随西门叶回到了国，但白夏言却以自己有急事去 B 国为由，提前和他分开了。或许是吃了萨尼亚的醋，亦或者是受不了一枪掏6洞。得知此事的白继虎脸都黑了，自家的白菜是不是被糟蹋了呀？然而西门叶对这件事根本没放在心上，他现在的心思全在萨尼亚身上。为了提升萨尼亚的枪术，他特意让萨纳教练从 B 国请来了著名枪术老师马克西姆·布兰科。随后在西门叶的授意下，萨尼亚向对方展示实力。虚拟测试房内，萨尼亚询问西门叶当初他测试用的怪物是什么，西门叶告诉他应该是萨勒本。萨尼亚让教练也给他整上一个，随后他便开始了热身运动，伴随着饺子皮的一张一合，萨尼亚身体的各个部位得到了舒展，他缓缓走向萨勒本，即便对方已经开始蓄力，他依旧是一脸淡然。伴随着一道激光猛然喷射而出，萨尼亚原本脚下的地面瞬间炸裂，待到浓烟散去，一道深深的沟壑出现在竞技场中。然而就在这时，萨勒本突然感受到头顶的一股罡风，抬头看去，只见手持长枪的萨尼亚已然跃上半空，一道寒气逼人的枪芒从天而降，怪兽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萨尼亚的长矛已插入体内，一声爆响，萨勒本瞬间灰飞烟灭。这一幕直接把场外的布兰科教官给看傻了。结束测试后，萨尼亚迫不及待地询问西门叶对自己的评价。西门叶让他不要骄傲，就刚才的战斗，自己用坤巴做得到。他告诉萨尼亚，接下来的1个月内一定要听教练的话，只有这样他才能彻底完成蜕变。萨尼亚有些不舍，不是说好你会对我负责吗？为什么刚回国就要给我换教练？西门叶让他放宽心，虽然自己平时比较忙，但在训练这件事上他会上心的，只有他不在的时候才会让布兰科进行授课，而且布兰科作为国际著名教练，自己都不一定能比得上他。不过有一点他可以肯定，那就是在1个月后的赛季中，他们一定会将他打造成开幕战的主角。时隔1个月，2023年上半年赛季终于拉开帷幕， YSM 对战季后赛老牌战队 SCBC 比赛还未开始， YSM 的首发阵容就引起了观众们的热议。除了常规老6组合之外，队伍里多出了许多生面孔。没错，经过1个多月的调教，西门叶引进了4名选手，已然成为了队伍的主力。如今 YSM 的队伍结构是3坦克、4近战、3远程、1辅助，但这个位置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利用弓箭远程输出的同时，瘾犯也能使用超能力转换为近战。崔赫虽然站在坦克位，但也能变换成近战输出。同时，四眼智勋虽然是近战，但以前也做过辅助。这种可以随机变化的阵容，不管是团战还是狩猎，都能根据实际情况随意转换。另外，为了弥补远程火力不足的情况，西门叶可以特意引进了沈英修。虽然他脑干直通肛门，但凭借强大的正念和超能力，完全可以担负起大范围远程输出。看着自己亲自选出的队员，西门叶一脸得意地询问萨纳教练这场比赛有几成胜算。对于西门叶的眼光，萨纳还是很佩服的，尤其是他带回来的萨尼亚。在放弃盾牌换成长枪后，萨尼亚的成长十分惊人，仅用了1个月时间，各项能力值都得到了小幅度提升。要知道，能力值越高，提升的难度就越大。但萨尼亚在转为近战输出后，仿佛是如鱼得水，
进步神速。当然，他并不知道，为了让萨尼亚转位置，西门叶可是辛勤耕耘了3天3夜。萨娜十分赞叹地表示，除了内丹，他从没见过如此飞快成长的选手。在观众的欢呼声中 ，YSM 与 SCBC 的第一场比赛开始了。和以往的比赛不同，这次萨娜没有下达作战计划，而是将作战的指挥权交给了选手们。在他看来，赢下这场比赛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比赛的第一次地图是战士墓地，地图呈到金字塔形状，两队从最高的一层开始攻略，最后一层住着一个人形怪物，保护着地下城的核心。沿途有可以利用枝干和树叶攻击的魔术帕多普和一种可以寄生的眼睛米斯特。看着场上正在与魔物厮杀的选手们，西门叶不由怀念起以前在地下城中的日子。当年他们没有地下城的信息，所以几乎都是摸着石头过活。他记得有一次，一名队员被米斯特寄生了。这种魔物在寄生时会有1分钟的时间吸取宿主的营养，之后便会完全控制宿主。当西门叶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为此他直接斩下了队员的头。现在回想起来，那个人应该会感谢自己吧，至少他是没有痛苦死去的。看着西门叶一脸从容的样子，东俊只感觉后背发凉。我他喵造的什么孽，怎么摊上了这么一个冷血的老板？这时西门叶突然叫住东俊看屏幕，表示马上会有一场大战要上演了。没错，此时前2层的怪物已经被两队清理的差不多了。为了牵制李奈烟的发骚战术 ，SCBC 战队将队伍分成了6-5阵容，并加快了清理怪物的进度，为的就是防止李奈烟会突然出现抢人头。只是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这次比赛的主角可从来不是李奈烟，而是西门叶的得意门生萨尼亚。狱卒长枪迷人眼，没点伤害别赛脸。SCBC 做梦也想不到，一向使用偷袭战术的 YSM 居然会改变打法。在发现李内烟的身影后，一队队长立马联系2队，只要找出赵胜浩的藏身之地， YSM 的老6战术就会不攻自破。收到指令的2队立马开始排兵布阵。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萨尼亚早已等候多时，和他一起的还有坦克崔赫。与萨尼亚淡然相比，崔赫对这次的计划实在不抱有信心。要知道 SCBC 在 BET 队中一直排在第5位，仅靠他们2人就去拖住对面的5人，未免有点拖大。至于能不能成功，他的心里也没底。随着进攻指令下达，2人纵身一跃跳入人群。崔赫作为坦克率先拖住1人，其他的3人看到萨尼亚后立马发起围攻。面对急冲而来的小嘎嘎，萨尼亚淡定地从后腰拿出2杆长枪，这是和西门叶同款的武器，仅凭正面就能让其能大能小。小嘎嘎的进攻被长枪挡了下来，但更让他们惊讶的是，萨尼亚竟然1人遇3枪。除了双手交错握枪之外，他还用狱卒控制了一柄。在3人震惊之余，萨尼亚已经催动手中之枪，一股宛如龙卷的罡风从原地爆发，3名小嘎嘎瞬间被击退出去。这女人什么来头？竟然1人牵制我们3个！然而小嘎嘎的话音刚落，萨尼亚握紧长枪扭转了身体，长枪化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射向崔赫身前。之前与他焦灼的小嘎嘎还没反应过来，长枪已插进了他的大腿根部。小嘎嘎发出一声惨叫，而就在这时，一道泛光的影子浮现在他身后，匕首划过，小嘎嘎当场殒命，瘾犯拿下首杀。这一幕直接把屏幕外的解说员给惊住了。原本以为萨尼亚会与对手展开搏杀，没想到他竟在震退3人后完成了一次助攻。在瘾犯拿下首杀之后，萨尼亚并没停歇，再次拿出新的长枪之后，他将目光锁定到了3名小嘎嘎中的其中1人，长枪如同掷导导弹射向小嘎嘎。在完成投掷的瞬间，萨尼亚脚底发力急冲出去。与此同时，小嘎嘎在看清长枪的轨迹后，立马做出防御姿态。这一枪或许很强，但他也有信心挡下。然而就在长枪即将射中面门之际，萨尼亚的身影竟如鬼魅般出现在他面前，高速飞行的长枪被他握在手中。借助惯性，萨尼亚改变长枪轨迹，猛然劈向对方。小嘎嘎一脸慌张，他拿起武器极力格挡。然而此时的萨尼亚如同拿到了篮球的机遇，每一次的抽送都势如破竹。就在小嘎嘎惊叹对方速度之快的时候，萨尼亚双手握枪猛然插向了地面，强大的力量让地面出现了翻裂。小嘎嘎扭转身体堪堪躲过。可还不等他喘口粗气，就看到萨尼亚的长枪出现了弯曲。下一秒，只见萨尼亚借助长枪的弹性一跃而起。当小嘎嘎反应过来时，他的坤巴都被劈成了2截。萨尼亚冷漠地回头看了一眼，真正的猎杀时刻开始了。一枪在手，天下我有。完成击杀的萨尼亚并未停下手中的动作，他身形闪动，急速朝着另外1名小嘎嘎袭去。硬邦邦的长枪猛然落下，碰撞产生的爆炸将小嘎嘎震飞出去。然而还未等他反应过来，萨尼亚急速冲杀上来。仅是眨眼的功夫，长枪已在他手中完成了上百次的抽送，小嘎嘎差点被戳成了渣渣灰。躲在角落的赵胜浩已经看懵了。原本的计划是让萨尼亚和崔赫拖住 CBC 的第2小队，没想到萨尼亚一出手就是王炸。他赶忙将消息传给吕正焕，所有人停止狩猎，全歼对手的机会来了。与此同时，屏幕外的西门叶在看到萨尼亚的表示时，也是发出一声惊叹。萨尼亚的敏捷和技巧能力值居然在战斗中提升了1点。没错，选手的确可以根据专注程度和经验在战斗中提升能力值。可萨尼亚这才只是第1次参加团战。事实上，在感受完击杀的快感后，萨尼亚也是茅塞顿开。
当初西门叶劝他成为攻击手，他还有些不屑，可当他真正成为伤害制造者时，他才发现这件事简直太酷了。尽管这种感觉让兴奋，但西门叶的教导他始终没有忘记。西门叶曾告诉过他，如果因为自己的贪婪导致队友的死亡，那就得不偿失了。不管站在哪个位置，都要保证队友的生存，而不是完成击杀。想到这里，萨尼亚将膀胱扫向了身后的崔贺。此时的崔贺已经有些吃力了。见此情形，萨尼亚果断放弃击杀，朝着崔贺跑去，同时他大喊着让对方交出后背。听到萨尼亚的声音，崔贺心领神会地弯下腰去，萨尼亚顺势以此为踏板，纵身一跃冲杀出去。与崔贺交战的小嘎嘎懵了，可回应他的只有冰冷的长枪。而就在此刻 ，YSM 的其他小队成员也集结了过来。战斗毫无悬念的结束了。YSM 用实力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巨石一坨屎，散是漫天息。看着集无数闪光于一身的萨尼亚，西门叶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不愧是能让我深入浅出的女人，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曾经风光无限，如今骂声一片。第一场比赛结束后，沈英修独自来到了厕所中，他迫不及待地打开战火风云论坛，想要看看网友对自己的评价。结果和他想的一样，网上骂声一片。自从被踢出国家队后，他就成了论坛中小丑的代言人。这次虽然赢了比赛，但却被网友说成只会躲在后排的损友。沈英秀有些绷不住了，他瞄的一群喷子，根本不懂什么叫战术。然而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的两个声音彻底让沈英修坐不住。来的人是 SCBC 的2名队员，他们无意间谈起了沈英修，言语中尽是轻蔑与嘲讽。沈英修绷不住了，一把推开厕所的门，就要和两人掰扯。看到发怒的沈英修，小嘎嘎一点都不慌，甚至还加大了嘲讽力度。没错，他正是想利用沈英修暴怒且无脑的性格制造一些丑闻，以此来为接下来的比赛准备后手。然而就在他成功激怒沈英修的时候，厕所的另一扇门猛地被推开，沈英修被撞了个大满贯，走出来的人竟然是西门叶。原来正在拉屎的他好巧不巧听到了几个人的对话，只不过他可不像沈英修那般蠢笨，短短的几句话他就听出了对方的小心思。小嘎嘎有些慌了，他刚要开口道歉，结果西门叶率先一把抓住了沈英修，并让他为刚才发怒的举动给对方道歉。小嘎嘎懵了，这他喵的什么情况？沈英修也懵了，明明是他们先找事的。西门叶板着脸看向沈英修，不按我说的做，信不信他们有足够多的理由诋毁你？要不然你为什么会在比赛中听到说你的坏话？说着不顾对方的反抗，西门叶一把将他的头按了下去，同时还笑盈盈的给对面的两人道歉。临走时他还特意确认了一下，都没什么问题了吧？没错，西门叶的这番迷之操作就是为了不落人话柄。他很清楚沈英修是被利用了，不过他既然作为自己的队员，这个亏是不可能白吃的。临出房间门的时候，西门叶一把抓住门框，冷冷的朝着小嘎嘎说道：“知不知道今天的你们很幸运，沈英修现在还是试用期，所以我才会放过你们。如果有下次，后果你们自行脑补。”说完这些，西门叶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只留一道深深抓痕留在门框之上。与此同时，鲁正焕正在做着战前安排。虽然这次的比赛是老板为了测试萨尼亚的，但其他的人也不能放松下来。第二场比赛的地图是蚂蚁巢穴，曾经地底人对蚂蚁进行了改造，致使出现了变异，以后就藏在地下城的最底部。但是，一旦有人靠近，他就会发出命令将其他的蚂蚁召唤过来。所以说，这次的攻略需要将所有的蚂蚁全部杀死。就在鲁正焕和大家商议攻略计划的时候，沈英修的思绪却跑到了另一边。尽管西门叶之前在厕所里提醒了自己，可他依旧对 SCBC 的队员耿耿于怀，甚至对面的笑声他都以为是在嘲笑自己。随着比赛正式开始，双方人马陆续进入地下城中，只是不知道心存怨恨的沈英修能否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克制住自己。